上一世重男轻女的叶之花被二房洗脑，认为自己没有生儿子，低人一头，将来养老只能依靠侄子，于是他开始讨好二房，对侄子无微不至，甚至不惜牺牲亲闺女。结果当他无法自理时，二房将他赶出家门了。临洗前，叶之花深感悔恨，上天决定让他重生回到大侄子张大虎失手伤人，让小女儿顶罪入狱的时候。这一次，叶之花发誓左手打极品，右手发家致富，全力宠爱3个闺女。大娘，三妹她现在未满18，帮忙顶罪肯定不会被判刑的。而且她还是女娃，早晚出嫁，你以后养老得靠我。您帮我这一回，我将您当亲妈，为您养老送终。我这是重生了。上一世大侄子张大虎失手伤人，让小女儿顶罪入狱，小女儿因此被判了无期。这一次我可不能再糊涂相信二房一家人了，你们快滚吧，我是不会答应的。这辈子能看到老张家俩妯娌干架，没白活。为什么？为什么？大虎砸人，要小杰顶罪，有良媳妇不愿意，就撕起来了。方巧云一听就知道露馅了，于是开始撒泼起来。老天爷，你睁开眼看一看啊！大哥一家欺负人呐！平常说的好听，靠我儿养老送终，表现得多好多好，结果猪八戒充英雄，只是嘴皮子拱得欢，一到真事就暴露丑恶嘴脸。找你帮个忙，反正小杰年纪轻，去转一圈又判不了，你这又打又骂，真是不拿我们当人啊！我闺女年轻，那你小儿子还不到14，咋不让他去？那能一样吗？我儿是老张家的根，你闺女早晚是泼出去的水。再说我家小3年年考第1，要当大官，怎么可以有污点？正巧闻讯家里出事的张有良赶了回来，听到这里火就蹭上来了。所以你拿我孩子作践，方巧云，你有空在我这撒泼，不如劝你儿去自首也落个宽大处理。想我闺女顶罪，门也没有，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再说，这事想都别想，赶紧给我滚蛋！面对着5大3粗的张有良，方巧云和张大虎都怂了，灰溜溜的走了。娘，咋整？这么一闹，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个办法怕是不管用了。想着叶之花糊涂，将他哄住就行，谁知道他犯了哪门子神经？小杰那妮子平时不吭不响，坏着呢，更不可能帮你。这样吧，儿子，你跑吧，出去躲一阵。好，往哪跑？给我绑了，送派出所。来人正是被打李乐的父亲李老汉。在屋里的叶之花听到外头的动静，想到上辈子李老汉忙着和张家干架争赔偿，耽误了李乐的救治，最后洗了。即便恨不得张大虎去洗，叶之花也不能对李乐坐视不管，更何况当初也是李乐为了小女儿出头才被张大虎打的。张有良，我儿因为你们张家出事，你们必须给个说法。我又没儿子，传的钱都是给自己养老的，谁也别想偷我1分钱。嘎人偿命，打人犯法，公家该咋判咋判，人我们肯定不给你要。至于赔偿，我们老张家认，该咋赔咋赔。刚才还想这老娘们终于不糊涂一回，没拿自己闺女往里填，一转眼她又闹哪样？我的养老钱啊！就说叶之花不能撕破脸，还得靠我家养老。你去前院张有福屋里，梁上有个木箱子，那里藏着钱，具体多少我不清楚，如果不够，你看他屋里啥值钱，尽管拿。放心，我这个当家大嫂同意的，这么多人作证，不会反告你打砸抢。李老汉闻言，压着张大虎，立刻带着人去前院找钱。姗姗来迟的张家二房张有福一进院就看到媳妇方巧云坐在院里干嚎。咋了咋了？这是？未等到方巧云说话，叶之花就已经来到了前院。老二你来的正好，咱说一下分家的事情。今天才知道，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个大冤种，我闺女就活该成为你家的垫脚石。以前我糊涂，大闺女就卖给你们做人情，又想霍霍我小闺女，是不是还要喝我二闺女的血肉啊？家里饭我做，衣服我洗，杂活我干，倒惯的你们理所当然，做白眼狼做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咱现在就算撕破脸了，不可能在一起过日子，分家必须分家，老娘不伺候了。张有福从叶之花的话里听出来让张小杰顶罪的事儿露馅了，他黑着脸对着大哥张有良说道：大哥，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用眼看。
孩他娘，你确定要分家？对，分了，你可不能拿着咱家的钱贴补老二家，也不能给那三小子单独开小灶吃肉。我傻吗？你确实傻。你老娘们要上天，这么大事显着你了，回家做饭去。吓起我了，分家是不可能分家的，分家我就要担起一家子的担子，太吓人了。我去请老族长，具体看怎么分。叶之花看着兴奋的老头子，张开嘴想说什么，却被张小兰拉走。娘，咱走吧，回头闹起来，他们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亲，咱不去讨那个嫌。我是没想到你爹对分家这么热衷。嗨，我爹早想分家手握大权了，之前不分，主要是您对那边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对二房那叫一个全心全意的付出。咱家气氛这么和睦，我爹咋张那个嘴说分家，对不对？今个儿您提出来，可算随了他的意。叶之花想到自己之前干的蠢事，暗暗地叹了口气。唉，妮儿啊，你妹妹昨天不回家，住哪了？初中学校不是放假了吗？啊，你话题转真快。娘，你别管我三妹了，你有时间去看看我大姐，还在月子里。霍德，唉，你都没去看过。就这样，话题被张小兰拉到了大姐张小娟上。等院子收拾好，饭重新热好端上桌的时候，张有良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脸恍惚的张老太。分家分的咋样？咱吃亏了，当初家庭联产承包，咱家每个人都分到1亩半的田，现在谁名下的还是谁名下的。有福想多要好地，我可不允。最后老族长和村干部做主，将娘名下的1分半好地给了二房。至于院子，就按现在住着的分，前院归二房他们，后院归咱们。回头中间垒堵墙，其余农具厨具一半一半。哎，前院是砖瓦新房，后院是土坯老房，亏了亏了。东西是人挣的，说不定明年咱就起高楼呢。吃饭吧。叶之花余光一瞥，却看到张小兰溜着墙根，悄悄地往外走。你干嘛去？去看妹妹。那行，你等下。你咋知道这里藏的钱？那必须是上辈子临走交代的，一共6块2毛，都拿去，带你妹妹吃点好的。哼，这个盒子怎么这么眼熟？贼像我偷偷藏起来的那一盒啊！这是啥？你从哪翻的？打算给谁？给咱大闺女补补身体。家门不幸，家门不幸。老大，再不吃饭肉也没了。哭哭哭，连个蛋都下不了，赶紧刷完，衣服被罩还没洗，地里麦子还没浇，一天天就知道偷懒耍滑。此刻的叶之花真的恨极了自己，为了巴结二房，把大闺女张小娟嫁给了方巧云娘家那不学无术的侄子，在方家被当畜生使唤。老方家的，我闺女可还在月子里，你有人性吗？娘，好孩子，娘不对，娘对不起你，给你找这样的婆家。走，抱上孩子跟娘回家。我说亲家，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张小娟现在是我们方家人，你哥这冲什么老大？但凡你能生出个儿子，我都高看你一眼。看看你闺女生的赔钱玩意儿，绝户生出小绝户，我真的倒了8辈子血霉跟你做亲家。男女早平等了，没女人哪来的你？哪来的你家老汉？自己看不起自己吗？你家有千万家产继承吗？我看你想生儿子是想继承你家破铜烂铁吧？你自己瞧不起自己，别拦着我疼我闺女。为人就是爽，嘿嘿，发什么愣？抱孩子去呀？咋地不想走？到家后让你爹赶紧来，多喊几个人。叶之花，你居然让他走了，我要打嘎你！重生后的第2个好处就是我拥有了力大无穷的能力，这是给我打极品的底气。树上风大，冷静够了，咱们就好好算算账。说完，叶之花坐在凳子上和树上的方老太婆算起了账来。媳妇，你顶住啊，我来救你了。事儿都结束了，你才来，要不要放下来？闻言，树上的方老太婆像是找到了救星般开始哭喊：亲家公，你劝劝亲家母，有话咱好好说，快把我下来。别给我整幺蛾子，我们刚算好账，我不介意你再多给点。
兄弟们来了，赶紧的，将我家娟儿的嫁妆全搬回去。望着院里满满当当的东西，张有良理智终于回笼。你这么闹，咱闺女将来咋回去？老头子，咱闺女不跟他家过了。什么？还说你好了，又犯糊涂，你让咱闺女以后咋做人？叶之花也明白张有良好是好，只是观念陈旧，于是叶之花将闺女在方家受的罪一五一十全说了。那让闺女在家坐完月子，养养身体。你也别闲着，去邻居家买几只老母鸡，我给咱闺女熬上。给钱啊？我没有，用你的。我哪还有钱？不刚给兰妮儿抱走了？伟人像后面你不沾着20吗？你咱又知道，这都是我辛辛苦苦节留下来，舍不得花掉的。有良啊，赤脚大夫说了，咱小娟身体亏损严重，不好好补，怕是活不长啊。可怜的娃娃也没有奶吃。那我再买几根珠子。由于张小娟虚弱未醒，叶之花没办法，只能抱着小娃娃到隔壁老刘家小媳妇借奶。小娃娃吃饱喝足后就往家里走去，路上突然冒出来一个人。叶之花，你闹自家不够，还跑去我娘家闹，这是什么回事？哼！叶之花，你长胆子了，你这样我很难让孩子将来养你老。给你个机会，将小娟和嫁妆送回去，我还能喊你一声嫂子，然后卖家里东西，去镇上将我儿子赎回来，听到没有？能动手我为啥还逼逼？大哥，这大白天的太吓人了，我得赶紧回去找媳妇抱抱。树上，大哥，快放我下来！弟媳妇，上面空气好咋地？你爬那么高？大哥，求求你了，快帮帮我！这挂枝头的手法太眼熟了，这可怎么办？张有良犹豫再三，还是好心将人接了下来。大哥，嫂子接小娟回来坐月子，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不是买东西给妮儿补身体吗？大哥，你糊涂啊！哪有出嫁姑娘回娘家坐月子的？犯忌讳。啥忌讳？只要说动大哥，让张小娟回婆家，机会就变大。月子里污秽，会败坏娘家兄弟的运气。哦，还以为啥呢？那我不怕，我又没儿子。家里发生的事情，张小兰一概不知。当她找到妹妹张小杰的时候，却发现妹妹孤零零躺在床上，正瑟瑟发抖。三妹，醒醒！二姐，我在呢，你吓死我了，是不是给张大虎吓的？我不是替张大虎顶罪，嘎在牢里了吗？难道我重生了吗？二姐，今天几号？咋糊涂了？今天6月3，麦假都快结束了，学校放假阴气重，你一个人住不行，要我说回家住去，反正没2天假期了。我跟你说呀，上午我偷懒回家，发现张大虎那个混账东西竟然求咱娘指证你去顶罪，最后你猜怎么着？咱娘将他捶了一顿，现在他已经被李家扭送镇派出所了。咱娘还出点子，让李家人翻出了2婶藏的钱，不知道够不够李乐医药费。不过我真是太惊讶了，咱娘竟然没糊涂到底，还知道向着咱。怎么可能？叶之花怎么转了性子？但是暂时不用去坐牢，确实是一件好事。难道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都只是梦吗？二姐，你今天是不是要去南方进货？你怎么知道？二姐真的要去南方吗？我记得梦里这时候二姐去南方进货，上了黑车，结果被路匪害嘎了。二姐，麦家和我马上就要考高中，你能不能不去啊？不去你高中学杂费怎么来？听说县一中1学期要50块钱，第1学期开学需要背的东西可多了，怎么也要给你准备100多块。反正你只管好好学习，万事有姐在。二姐，我害怕，听我的，第一次进货别整那么多，别雇什么汽车，路上太乱，咱就老老实实坐火车，能提多少货就提多少。你如果不答应，我就不上学了。我答应你，但是你也不要住学校了，回家住。我去城里找舅舅吧，就住2天而已。张小兰看劝不动小妹，最好也只好作罢，把叶之花给的钱给了小妹后，两姐妹就一起去城里找舅舅了。这还没割完的几分地都是好田，老二竟然死活不要。那是因为在他心里，咱家的一切将来都是他孩子的。张有良，你心里是不是怨我没给你生儿子？说啥呢？这都是命，认吧。当年的张有良的确难过了很久，生二妮的时候，
他还盼着老三是儿子，但生完老三，叶之花伤了身体，再也生不出来。养儿养老，但是我四表叔他打仗伤了根，不能生小孩了，但是人家有退休金，村里好多小辈争着要去孝敬呢，所以老不怕，就怕手里没毛票。你可不能再傻不拉几对二房3个小子好，我早看清楚了，那就是撒白眼狼。你就好好跟我过，攒了钱咱俩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这些话张有良也是旧话重提，希望叶之花将昨天的英勇继续保持下去。结果说完半天，发现叶之花已经干完活，坐着休息了。老娘们，力气咋那么多？嘿，老头子，发现没？分家后咱俩干活都轻松了。叶之花和张有良下地回到家里，只见张老太拿着一张纸坐在门口叹气。唉，娘，这是什么？传票。传什么玩意？什么？李老汉将小杰给告了？娘，这是谁送来的？是只告咱，还是连着将老二家也告了？就咱一个，邮递员就让我摁个手印，然后给我这张纸，啥也没说。小杰他还是个学生呢，马上就考高中，这不是影响人吗？不行，我得去城里找孩他就打听打听情况。孩他姨丈夫那边不是有亲戚在法院吗？一块问问。收到法院传票的张有良夫妇急得不行，两人决定去城里找叶之花的弟弟和妹妹打听消息。媳妇，你上车，我推你。你坐上去，我推着你。我这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以让一个女的推？以后我还怎么在村里混？出去都会被笑话的。叶之花嫌弃他墨迹，于是拎小鸡一样将他拎起来往地板车上一扔。哎呦，是强子他大姨啊，真不好意思，没瞧见。老太太，身体好啊？家里都好吧？我给秀英送面来了。进来吧。地上脏，放厨房去。脏啥哎？碾麦子的时候不也是在地上碾？我看你家这水泥地比俺村里养麦场干净多了。姐，你咋有空过来了？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李乐见义勇替咱们小杰出头，被张大虎砸伤了住院，老李家把小杰告了。你丈夫的二姑父家亲戚是不是在法院？帮我打听打听。你听他家吹，都不是啥正经亲戚。咱弟弟清闲他老丈人好歹是个官，说不定有门路问一问。我和你一起去问问。大姐、二姐、姐夫，别着急，我有同事家属在法院上班，你们在家先坐会儿，我出门找同事打听打听。众人聊了一会儿后，送走了同事家属，叶之花就坐不住了。不行，还是得找老李家撤诉。你们在家等着，我去医院找老李家人去。众人听了，纷纷喊着都要一起去。叶之花以人多嘴杂为理由，只带了叶清闲一个。李哥，大妹子，你们是为了传票的事情来的，我们也是没办法，你可怜可怜我们，李乐的住院费都还没交。李哥，我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你是想逼嘎我呀？大妹子，我都没脸回村见你了，我也就是一庄稼汉，但凡我们有一点办法，都不会给你找那么大麻烦。我们老李家就这一个哥，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不管？大妹子，算老哥哥求你，别托关系求人，就听法院判吧。李哥，我问你，律师说要我们多少赔偿？赢了官司给他多少？4000，他说要抽0.5%。你怕不是被骗了？我今天去法院打听，不一定会被判4000。那律师没说呀，这咋整啊？你怕不是上当了？而且万元户都是首付了，我家去哪给你整4000？就算判下来，我耍赖不给，你能拿我怎么着？咋，大妹子你要耍赖？李哥，李乐是好孩子，也是因为我家妮儿才受了罪。确实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坐视不理。4000我是没有的，咱们各退一步，你去法院撤诉，我想办法给你凑1000。我这有120块钱，你先给孩子看着。那余下的啥时候给？不给我不撤诉啊？那咱签个协议吧，你撤诉，我给你余下的钱。李老汉想了想，同意了。最后叶之花和李老汉签了欠款协议，带着叶清闲离开了医院。从弟弟叶清闲家出来后，叶之花两姐妹在县一中门口等张有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哎，
大姐，你看那边那个捡破烂的小女孩，像不像咱们小杰？叶之花万万没想到，重生后跟三闺女第一次见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杰，你姐不是说你在学校吗？你咋跑城里来，还捡破烂？还有几天就考高中，你这不是耽误学习吗？有啥急要钱的地方，你给我说呀！哼，不要你管。小杰，你知道你妈为你的事四处求人吗？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哄谁呢？他管过我吗？该不是家里要赔钱，他怕我连累来讨伐的吧？你这孩子说啥呢？你娘现在到处跑就为你的事，你还想跑？英秀，让他走吧，孩子有自己想法。姐，你真该好好管管孩子。唉，不怪孩子，是我糊涂。正巧张有良推着板车过来了，叶秀英转头就向张有良抱怨。张有良听罢也很震惊，真的是杰尼尔，他咋想起来捡破烂，丢不丢人？你们都别说了，如果我给够小杰钱，他会被逼到捡破烂。但凡我多关心他点，多疼他点，孩子也不至于遇到事不给我说，自己想办法。三人再多聊了几句，叶之花婉拒了叶秀英请吃饭的好意，和张有良一起回家了。一路上张有良都很沉默，叶之花觉得奇怪，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1000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你就敢应承？”哎，上辈子物价惹的祸，我还没有转成现在的物价，那时候就只想着让李老汉撤诉，我的错。可是不答应，咱就得吃官司。你说说，好人家谁上法院当被告，让人知道咱还有脸没脸在村里待？张有良听罢，板车也不想推了，就想当场大哭一顿。老头子，你别急，钱的事儿我妹和弟不是帮咱解决了一半，那还有500多呢，不是10块，不是100，是500，而且你弟弟妹妹的钱也得还啊。老头子，你看到学校门口、厂门口摆摊的吗？东西都是人挣的，我去摆摊卖小吃，咋样？什么？你要干个体户？正经人谁干那个？改革开放都好几年了，你脑子还跟不上时代。就问你是想去摆摊，还是想上法院当被告？2选1。啊，能不选吗？不能。如果你能整来1000块钱，就当我没提；如果你也没办法，就老老实实按我的办。多好的年代，政策只会越来越开放，干点啥都能挣钱，到时候直接让闺女们成为富二代。个体户哎，投机倒把，哎。张有良也没办法，自己一辈子也挣不来这些钱，也只能按叶之花说的去办了。俩人吵吵闹闹的回家了，可把在家里等着的张老太急坏了。你俩可算回来了，刘根，你丈母娘回来了。说完一脚踢开门，把房里的方刘根和张小娟吓了一跳。回来就回来呗，这一天天的没完没了了。大娘，你去哪了才回来？赶紧的，我饿了。饿了就回家，我家没你的饭。大娘，我家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根本做不了饭，我也不怪你。小娟愿意在娘家坐月子就坐，但是你得将我也管上。方刘根丝毫没注意到叶之花对自己的态度和以往的不同，摆着架子毫不见外的继续说道：“我看厨房猪蹄还没炖，大爷你赶紧去烧锅，大娘你去熬汤，奶你别抱孩子了，一个丫头片子抱什么抱？快去地里摘点豆角茄子，我要吃顿菜。”你从哪里来滚哪里去。这还是从前看见我就躲着走的老丈人。大爷大娘，你们不喜欢我了，我要吃饭，我要喝肉汤，吃猪蹄，一个女婿半盖，你们不能偏心眼。今天跟无赖犯冲吗？一个两个都这样。眼看着邻居要被吸引过来，叶之花上前一把将人捞起来，运气往树上一送。刘根呐，想吃饭，想喝肉汤，想啃猪蹄。可是大娘我不想给你吃，咋办呢？大娘，以前你不说一个女婿半盖，咱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就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不能光偏心小轩，不给我吃肉。你说的没错，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于是叶之花把方刘根给捅下来了，方刘根还摔了个屁股墩。大娘，我原谅你了，你快去做饭，我都有快饿嘎了。刘根，大娘再问一遍，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不对？方刘根当然不能说不对，那不是打自己脸吗？对。刘根呐，你晓得咱家出事吧？现在我们被告要赔4000呢，我这老婆子哪有钱呢？你认识的哥们多，人心善，快帮大娘借4000，吃了大娘的肉汤就是我的娃了，
咱家的债务问题我就都放心交给你了。那个大娘突然想起来还有事，别呀，留下吃饭，边吃边商量怎么借钱。大娘，我还有事，再见。哼，小样，还治不了你，就你那样还想吃肉？看什么？对付无赖，老娘我多的是办法。叶之花知道方巧云就在旁边偷听，也不想自己憋着这委屈，故意大声说道：你们都别闲着，咱家欠了外债了，都出去给老娘借钱，张大虎造的孽，却让老娘赔钱，等我闲了必须全讨回来。偷听到大房要赔4000块的方巧云赶紧跑回了家。有福有福，你别睡了，赶紧出去打听打听，老大家真的要赔4000给李家吗？那咱大虎砸的人是不是还要赔更多？咋可能？咱不是赔过了吗？你别瞎操心，跟咱没关系，睡觉。哪里睡得着？你也不许睡，麦子还没碾呢，交不了公粮怎么办？就说你别得罪大嫂，这一分家咱自己活就得自己干。不行，我要出去再打听打听。俩娃要回来了，你不做饭吗？在村头大槐树打听消息的方巧云，却偶遇了上初2的3儿子张大成，态度来了个大转变，小心翼翼地问：大成啊，放学了呀，想吃啥？娘给你做。下学期学杂费10块。啥？下学期还没到呢，你们学校收那么早？收咱钱存银行赚利息呀。你有空在这骂，不如想办法借10块钱给我，明天上学拿不出钱，这书不读也罢。不读书哪能成啊？你那是将来要当大官的料。大成啊，你放心，娘这就去你舅舅家借。方巧云的哥哥就是张小娟的公公方留根的爹，此刻还不知道张家已经分家了的父子，正在前院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看着远远过来的方巧云，俩人心有灵犀的跑回屋里关门上锁。大哥，你们这是咋了？我是巧云。别拍了，拍了你赔啊！大哥，你开门了。不开，你是不是来借钱的？你知道了。切，没钱，滚！他果然代表张家来跟咱家借钱，以后看见他们老张家的人躲着点。可不咋地，4000块钱啊，要人命啊！爹，我哥们说他手里有好几个黄花大闺女，个个水灵，还便宜。咱有钱也不往张家无底洞里填，给我再买个水嫩媳妇多好。这主意不错，买来的媳妇没有娘家撑腰，还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被轰出娘家的方巧云全然不知娘家的可行的行为，自动把错算到了叶之花头上，转角到镇上找小姑子张素梅倾诉，顺便借个10大洋。把方留根唬走了之后，得了空的叶之花就开始纠结于做什么小吃了。上辈子劳心劳力讨好二房，学了很多小吃，可是会的太多了，也挺愁人。做什么好呢？还他娘，别再走来走去了，我头都被你转晕，做啥饭吃？饿呢。你不会自己动手啊？天这么热，你下把面条，凉拌个黄瓜总会吧？凉皮？啥屁？滚滚滚！你别闲着，拿心耐心去磨一袋白面，我做好吃的。啊，走一天的路不想动弹。老大，赶紧去，你娘想吃。啊，好吧，谁让我孝顺呢？败家娘们，你这是干啥？你去把锅烧开，我要蒸面筋儿。蒸好就能吃了。娘，面水得澄清1晚上，明天才能吃。好吧。不过蒸好面筋，我先给你炒1碗，也好吃呢。去烧锅蒸面筋啊！一天天跟个木头桩子一样，不知道生你啥用。就在一家人正齐心协力蒸面筋的时候，有人气匆匆闯进来了院里。大哥大嫂，分家这么大事咋没通知我？就在众人尴尬的时候，叶之花余光中看到了想要溜走的方巧云。方巧云，你站住！你来说说，咱为啥分家？你别喊二嫂，你自己说为啥分家？你二嫂咋给你说的？哼，我二嫂能说啥？她受了委屈还不能诉苦了。我看大嫂一向老实，怎么闹得家宅不宁呢？是贤村里笑话的不够啊？是不是生不出儿子你闲得慌，见不得我二嫂好啊？小姑，
你不清楚事情经过，别说这么难听。我需要清楚什么？家确实分了吧？还有你，哪有来娘家坐月子的？不怕你弟弟们晦气啊？还有娘，你干嘛一直扒拉我？这个闺女没救了，自求多福吧。小姑子，你回娘家做客，我随时欢迎。你回来找事就是不行。你了解情况吗？就瞎咧咧。张大虎砸伤人，想让我小闺女背锅，方家虐待我大闺女，这些你都知道吗？你啥都不清楚就跑来出头，谁给你的勇气？真是个憨憨！这里面真的有这么多事的吗？二嫂她也没跟我说啊。那也不能分家啊，一家人有啥事不能好好说？你那分家就是让人看笑话。再说你们分家，我大哥以后靠谁养老？面对着还是老观念的小姑子，叶之花也懒得解释了。有些观念不是说几句就能马上改变的。叶之花想了想，看到小姑子在上辈子替自己说过几句公道话，叶之花拎起张素梅领子，将人从院里扔到院外。小姑子，你跟屋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棒子不打你身上不知道疼对吧？如果是你破家侄子犯罪，让你孩子去顶罪，你怕是比我闹得还狠。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吧，走夜路小心点，别崴脚。再见。大嫂，你先别关门，你家吃官司欠债是不是真的啊？你能借钱还是能帮忙打官司啊？都不能，就麻溜的滚蛋。我弟乖乖，欠这么多钱去哪里凑啊？妖寿哦，唉。叶之花想着试验做凉皮，起得挺早，一开门发现有人比她更早。花儿起来了。花儿怎么不说话？昨天的气还没消啊？这可不行啊！昨天蒸好的面筋也没炒给我吃，我都馋一晚上了。花儿啊，你昨天说的辣椒面，我给你捣好了，还有你要的蒜，我也包好一筐，你看还需要我干啥？看着一脸讨好着自己的老太太，叶之花想了想，于是开口道：要你以后不管谁来，都无条件站在我这边，行吗？那必须的啊，你可是我亲儿媳妇。那小姑子再来呢？你昨天都站着没说话，还心疼我扔她，冲我呲牙。那也是我闺女啊，放心吧，她就是脑子不清楚，我帮你将她脑子里的水控出来。娘，我也不是跟小姑子过不去，她就是个没脑子的，被人一怂恿就做枪头。我只求她别多管我的事，您当时也不爱别人管你家的事儿，对不对？放心吧，花儿，娘受过的罪，绝对不让你再受一遍，咱不是那种人。一家人劲儿往一处使，才能越过越好。我做凉皮去，娘帮我尝尝味道，看能卖钱不？于是婆媳俩一人捣蒜，一人炒辣椒油，做起凉皮来。大清早的炸什么辣椒油？为啥我只配吃窝窝头？要是能蘸点辣椒油就好了。大成啊，你去后院给爹要点辣椒油回来。你看我像是傻子吗？都闹掰了，我可不去丢这个脸。养你啥用？连碗辣椒油都不给老子搞。嗨，大成啊，大人干架不关小孩的事儿，你大娘最疼你，还有你奶奶。要不是看在这香味的份上，我才不愿意舔这个脸呢。哇，家里煮什么好吃的？好香啊！一天天的又来干啥？娘，你先尝尝味。娘，啥味？说辞啊，娘，你说辞啊，好吃不？超好吃。大嫂，给我也调一碗啊。叶之花瞪了张素梅一眼，转头却先给张友良一碗，最后才给张素梅做了一碗。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大嫂，你手艺真不赖，我就爱吃你做的饭。你又来干啥？大嫂，今天你没理由再撵我。说完，张素梅从怀里掏出毛票往桌上一拍。嘿嘿，啥意思？你们不是欠了债吗？我这有100多块钱，先拿去救救急，你们别先少啊！我婆婆那可比咱妈还精明呢，想从她那儿抠点钱出来可真不容易。你们先拿着用，总得让日子过下去不是？大嫂，我好吧？嘿嘿，闺女不作妖的话还行。咋不见兰妮儿和杰妮儿？兰妮儿18了还老往外跑，得送她进厂赚钱补贴家用。杰妮儿也16了吧？听说还想考高中，这不是胡闹吗？丫头片子，总得嫁人，
学得再好也是别人家的。哎呀，吃这么多还堵不上他的嘴。钱给了，饭也吃了，你走吧。我还得靠你大嫂养活呢，你可别来惹事了。给你1碗凉皮回家吃，不送了。我都是为了谁啊？100块多块钱换来2碗凉皮。一直在院门外徘徊的张大成看到姑姑手上的凉皮，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姑姑。”咦，是大成啊，咱娘俩可有好久没见面了。学习咋样？学校有人欺侮没有？此刻的张大成完全没听清张素梅在讲什么，心思全堵在他手上的那碗凉皮。你大娘做的，可好吃了，你过去吃啊。张素梅看着面前叹气的张大成，才终于想起来他已经分家了，闹得还很不愉快，只怕也是嘴馋的张有福逼他出来讨吃的了。你小孩就是脸皮薄，给自己吃啊，别给你爹，姑姑就先走了。等到张素梅离开，张大成折了2根树枝，吃完凉皮，把碗扔掉，回到家里说讨不到，扛着书包就上学去了。考虑到摆摊是件长期的事情，叶之花决定提前先把相关证件办好。于是叶之花决定找弟弟叶清闲打听情况。大姐，你来了，我今天一早上就去找李老汉，刚和他从法院撤案回来。多谢清闲了，我的心也稍微能落一下了。这次真多亏有你。大姐，都是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清闲呐，大姐找你还有一件事想找你帮忙。于是叶之花说起了自己的打算。叶清闲听罢，亲自跑腿帮大姐办好所有的证件。等拿到所有的证件，叶之花心里美滋滋，于是特意跑到供销社买点小零食，准备给在学校的小闺女当零嘴，却没想到才刚来到学校，就看到一个老婆子和小闺女在校门口拉着。李家嫂子，你不在医院守着儿子，找我闺女干什么？这不是今天去撤诉，见不着余下的钱。见不着你找我呀？我都答应过些天就给钱了，好来干扰我娃，回头他考不上高中你负责吗？看着不说话的李老婆子，叶之花的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那你走吧，李哥一个大老爷们，我看着照顾娃照顾的也不细，你快点去吧。一旁的张小杰全程愣在原地，毕竟只听二姐说叶之花变了，但这次是叶之花第一次在自己面前为自己出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想到上辈子在牢里受的罪，张小娟心里更不得劲儿了。给你买了散子和口酥，咱回家吃去。就在张小杰犹豫期间，叶之花快速拉住他，一路拖着回家了。此刻的张有良正心不在焉地扬前天收下来的小麦。那败家娘们这辈子很少进城，知道怎么做生意不行，我得抓紧时间将活干完，跟着去。就在张有良愣神的时候，一个人影冲了上来。张有良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被挠了2道。张有良，你们家没良心啊！自己没儿子就毁别人家的。什么跟什么？我怎么毁你们了？方巧云见众人围上来，于是开始嚷嚷起来了。我都好好在家呢，突然学校那边卫生室来人告诉我说我家大成食物中毒了。你说我们家天天啃窝窝头，怎么就会中毒呢？我可怜的娃呀，我跟你拼了！我家男人只有我能欺负。媳妇，叶之花看到自家男人的脸被抓花，气更是蹭蹭蹭的往上窜。说吧，你为什么打他？窝中毒，露丝你家娘皮。我们全家都吃了凉皮，怎么就你大成吃坏肚子？该不是带孩子挂吊瓶，兜里没钱先赊2账，才来我家讹钱吧？方巧云被说中心思，目光躲躲闪闪，不敢跟叶之花对视。你真坏！我和有良辛辛苦就供养了你们家一棒子狼心狗肺的玩意儿，分家了都算计着我们，这么会算，怎么不去村里做会计？叶之花越想越生气，左右看看，扒拉开围观人群，照着一个树墩就劈下去，瞬间树墩裂开了。以后你再敢算计我家，这树墩就是你下场，谁给你们吃的找谁去，滚！他婶子，你力气啥时候这么大？我力气本来就大，以前让着他方巧云，如今逼到这份上。装了，摊牌了！
目睹一切的张小杰恍恍惚惚地跟着回家了，直到在家看到大姐和外甥女，才缓过神来。大姐，你不是在婆家坐月子吗？村里不是最忌讳出嫁闺女在娘家坐月子的吗？叶之花怎么会答应呢？张小娟一瞧妹妹神情，就知道她想什么了。我也不敢想象，当时娘拽我回家，我整人就像走了好久夜路，终于看到一盏灯光一样。这2天冷眼看着发生的一桩桩事，娘确实变了。就在张小杰心里暗暗感叹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的时候，隔壁的张老太拉住了正准备做饭的叶之花。你跑1天了，我做吧。哦，那碗凉皮是咱娘偷偷给素梅的。就在一家人准备吃饭的时候，张素梅哭着走进来了。娘，你说我好心给大成一碗凉皮，结果二嫂当着婆婆面骂我，还讹了我20块钱。我对她那么好，之前还借钱给她交学费，找大嫂帮她出头，她怎么好赖人不分呢？众人闻言继续低头干饭，得不到回应的张素梅只好摸摸鼻子转移话题。咦，来了3趟都没看见兰妮儿，她去哪儿了？对哦，杰尼儿，知道你二姐去哪了吗？放心吧，二姐好得很。所以还是心里没有闺女，否则怎么会忘了？此时被大家惦记的张小兰正站在海市的批发街上，面上左右为难。就在一家人讨论二女儿张小兰的同时，张小兰一个人跑到海市进货了。此刻的张小兰刚进好5大包货，正愁着怎么提回去时，同县的大姐过来搭话：“大妹子，大姐，你进完货了？进完了，有点多，准备租辆货车运回去。你这也不少，不如跟大家合租一辆货车吧，又省钱还能作伴。”不了，大姐，火车票我已经买了。由于答应过妹妹不租车，张小兰最后扛着5大包走了20里路才来到火车站。老妹，找人扛包吗？一次5块。张小兰刚到站外，就有一个贼眉鼠眼的青年过来献殷勤。张小兰见他身后马路蹲着好多男的，顿时留了心眼。不用你掏，我舍不得花钱。别啊，老妹，你一小姑娘没多大劲，就5块钱，给顿早饭钱就行。啥味同？一顿饭钱就要5块。张小兰连忙将包扛在身上，青年伸手就抢。老妹，啥东西舍不得找人扛？光天化日，你抢劫啊！姑娘，赶紧跑，他们是团伙作案。我弟亲娘啊，还真是抢劫！就在张小兰准备跑走的时候，突然冒出了几名青年，与此同时，背上的包被另一名青年抱住。孟星君，又是你！看什么看？跑啊！张小兰看两拨人不是一伙的，当下也顾不了什么，嗖嗖2下窜进了车站，最后直接累瘫在地上。呀，我的包啊，剩俩了，这太倒霉了。下回高低跟人合租货车。唉，给你，你丫跑挺快。谢谢你啊。呵，不会以为我帮你吧？他们说5块，我只要3块，快点给钱。能不能少？不能，概不还价。要不我再给你扔出去，免费。哎，给我给。张小兰从鞋底取出3块钱，孟星君一脸嫌弃：咦，要不要？嫌臭啊！得嘞。孟星君屏住呼吸，接过钱，朝着售票口飞快跑去。张小兰终于艰难上了车，眯眼功夫发现身边座位上换了个慈眉善目的戴姨。姑娘，你一个人出远门啊？干啥去？回家。是不是外面找不到活才回家啊？大姨家里开了饭店，想找个干净利索的小姑娘，我瞧着你挺适合，要不要试一下啊？张小兰听罢也只是笑笑，没说话。你不信大姨啊？大姨家饭店就在 H 市，不信你下车跟去看看，好就留下，不好你就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卖到山里给人做媳妇浪费了，不如送到南店娱乐场所教育教育，可能成头牌。你家饭店多大面积啊？客源如何？都请上人了？大姨听到张小兰开口了，开始兴奋地吹她家饭店多大。
就是吧，服务员不好找。姑娘，你要是来，回头大姨给你开每月60的工资，如何？60啊，这么多？人机关单位上班才40-50。哪里不是呢？可是服务员不好找，干净利索的小姑娘更不容易找。听到60块，张小兰眼睛亮了，态度瞬间变热情。大姨心里偷着乐，谁也抵挡不住金钱的力量。火车上的张小兰全然忽视孟星君的提示，继续和人贩子聊得火热。自讨无趣的孟星君生气地离开。瞧着挺聪明啊，算了，卖了就卖了，关我啥事？哎呦，大姨，你等我一会儿，我去一下厕所，你帮我看着点。张小兰把随身包往大姨怀里一塞，就往厕所跑了。大姨捏到包里有个票夹子，很放心让张小兰走。大姨，马上到 H 市了，你家饭店距离车站远不？不远，坐公交车6站路。那车票钱我负责，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一点小钱而已。就在这时，列车在 S 线停了车。大姨，你饿不？不饿。大姨，你吃烧鸡不？不。小姑娘，你饿了吧？呢，从早上就没吃东西。大姨，你吃啥？我给你买点去。不用。大姨家开饭店的，肯定不爱吃外面卖的。可惜我饿，一个人又吃不了烧鸡，还说咱俩分呢。哦，那你买去啊。大姨，要不你先给我半个月工资？这不好吗？听你说一路，还以为你多善心呢，结果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跟外面那些黑心老板啥区别？算了，不跟你走了，还是回家吧。算了，一只烧鸡才多少钱？于是大姨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张小兰从里面夺走一张50。大姨，我再给你买瓶汽水。到站了不下车，留下孵鸡蛋吗？张小兰故技重施，把随身包往大姨怀里塞，就跑下了车。一旁的孟星君见时机成熟，起身嚷嚷道：“让，我拿行李。”就在孟星君扛着5大包下了车，列车就开了。哎，还有人没上来呢。奈可大姨如何闹也阻止不了火车驶离站台，无奈的大姨只好翻开张小兰包里的票夹子，却发现里面塞的都是卫生纸。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列车员带着俩乘警走了过来。你过来。有人举报你是人贩子，跟我们走一趟。张小兰跑下车后，等了好一会儿，孟星君才扛着包走了出来。怎么这么慢？你扛5大包东西能走快啊？给钱？见面分一半，给20。那还有5块呢，说好55分，别以为没瞧见，你拿了人50。那行，你帮我将东西送到地方，我再给你5块。那是另外的价钱。两人来回拉扯了几回，孟星君见张小兰不乐意加钱，于是扭头就走。下回不做你生意。下回就是累嘎怕嘎，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不会请你。进这么多都是什么呀？除了衣服，还进了时髦的遮阳帽、丝袜和小饰品。我跟你说，现在治安可不好了，车站里到处鱼龙混杂，虽然大部分都是好的，但就有个别不走正道。早知道，我还不如听市里县里那位大姐的话，跟她合租一辆货车。什么大姐？咱县里哪个大姐？就咱破烂街东头那一家，也开服装店的。我弟姐，你没合租车就对了。知道那位大姐遇害了吗？就昨天，公安的人来他们家通知的，说是坐货车出了海事，就被劫持杀害了。姐呀，咱这不是没事吗？你命大，得亏没跟他一块。我这是听了我妹妹的话啊，文化人看得透。人没了，挣钱啥用？不行，我得找2件漂亮裙子，谢谢我妹妹，还有我大姐和外甥女。没给你妈和你爸带东西啊？一旁的张小兰却装听不见。以前说他们不好我信，可最近听说因为你三妹妹家里欠了1000的巨额外债，你妈为了还钱，去麻纺厂门口那条小吃街摆摊卖凉皮去了。啥外债？啥凉皮？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凉皮，好吃的凉皮，现切现拌，5毛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叶之花初次摆摊地址选在了棉麻厂门口的小吃摊，但也只能选到街尾的位置了。等到中午，厂里职工下班时，大家都奔向熟悉的摊位，叶之花摊位却无人问津。
咋办？咋办？卖不出去。你可闭嘴了，只能拿出杀手锏了。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凉皮，好吃的凉皮，现切现拌，5毛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娘们在干嘛？如果这能吆喝来顾客，我以后天天给你端洗脚水。叶之花的嗓门大，词挺潮，跟破烂街上喊老板跟小姨子跑了有得一拼，顿时引来关注无数。来一碗。什么？哎，好嘞，来喽。叶之花手脚麻利的拌好了凉皮给客户，回头一瞅，见张有良在发呆。发什么呆？赶紧收钱！没看见这么多人吗？哎，好。没一会儿，叶之花摊位前就挤满了人。第一次摆摊，我也没敢做多，就做了60多碗的量，一中午就卖出去40多碗呢。那还剩下好多呢，不知道能不能卖完。再说中午吃过了，晚上他们还会再吃，就怕晚上没人来了。一边待去，你一天不报丧就不舒服咋地？生意赚钱，你还不开心了？别抱着钱箱子，给我2块钱。你干啥？你不饿呀？我买2卷饼咱吃。不用，我带了。窝头沾点辣椒油，齐活了。你别太败家，才挣几个钱呢。看来这人下次不能带来了。两人于是就在太阳下啃着窝头，在街头偷看的张小兰看了一阵，然后就离开了。因为有了中午的口碑，半下午余下的10几碗也卖完了，甚至有人提前给钱预定，免得明天出场晚怕吃不上。叶之花最后一盘账算上定金，今天卖了40多块钱。老天爷，怪不得都跑出去求营生，一天卖了你弟弟1个月工资的钱。这下你不抱怨了吧？让我摆摊吧。还有啥说的？晚上回去端洗脚水呗。两人高高兴兴回家。到家的时候，叶之花更高兴了，因为二闺女回来了。等3闺女带会放学回来，我们一家就真的团圆了。今天高兴，我给你们烙饼、抄菜去。张有良收拾好货架，也钻进厨房帮忙烧锅，厨房菜香味一路飘到了二房家。一天天就知道窝头，咋不知道割点肉做点菜？哼，你倒是给钱了，孩子挂吊瓶的钱还是我找他姑闹的，你有本事你去挣钱了。哼！张有福不搭理他，端着碗出了门，闻一口菜香，喝一口稀饭。叶之花出门一眼就看到这个显眼包。有良啊，明天你别跟我去摆摊了，先找几个人把中间墙垒上，咱做小吃生意，院子里可不能随便进有的没的，给咱使坏咋整？二叔，大虎哥盼了没有？你们在家就坐得住。能好好吃饭吗？爹娘，我二叔和二婶怎么坐得住的？不关心张大虎盼没盼。还有二哥大豹呢，之前跑出去打听大虎消息，就没再回来。我咋还听说二婶跟姑姑闹起来，打得不可开交？你咋想起来做凉皮生意的？我咋不知道你有这手艺？张有良笑眯眯看着小鸟一样活泼的闺女，耐心地给闺女解释。大豹哪里是去打听大虎消息，听说天天在邻村泡着，给人家地里干活，都快倒插门了。大虎盼估计还得等一等，公家办事慢着呢，又不是严打的时候。大豹看上哪家了？我咋没听说过？张小兰一回到家就叽叽喳喳问出一长串问题。当听到堂二哥张大豹有对象的时候，八卦的心熊熊燃起。大豹看上哪家了？我咋没听说过？你少往外跑2趟，不就啥都打听出来了？小姑娘家家在外面多危险。张小兰撅了撅嘴，见问不出什么，这才从身后掏出2顶遮阳帽。给你们的，摆摊防晒。浪费钱，戴草帽不一样挡太阳。你挣多少？直接给我钱。好看吗？丑死了，一把年纪戴个花花绿绿的帽子，不嫌丢人？我问你了吗？你闭嘴行吗？兰弟儿，你可真有眼光，我这小帽一戴，跟城里女的没啥两样，怪好看的。结果第2天早上，趁家里人都忙去了，张有良戴着帽子在村里显摆了一番，嘚瑟完后，张有良满足的回家垒墙去了。张有良这一幼稚行为，叶之花全然不知。今天的凉皮生意格外好，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于是趁中午休息时间来到妹妹家请她帮忙。叶英秀爽快地答应了，叶英秀也趁机跟叶之花吐槽了自己的婆婆。等到快到支摊的时候，跟钱老太打了个招呼，头也不回的就跟着叶之花摆摊去了。
晚上6点半的时候，叶之花的凉皮已经全部售空，姐妹俩开始收摊。没想到干小生意这么赚钱，我也想干。你婆婆能愿意？姐，我不瞒你，刚开始确实人生的不熟，处处小心，但如今儿子我都生俩了，就是逮不着机会夺权，你晓得不？等我当家做主，想干啥生意干啥生意。说到底还是娘家没给你底气，让你做低福小10几年。姐妹俩就一边闲聊一边收拾，很快等他们收好摊位，准备离开的时候，几个穿制服的人摁住了叶之花的3轮车。松手！凭啥呀？3轮车我赊的，你给我抢走你，替我付钱啊！你行，跟我到所里去。你让我去就去啊，谁知道你们干啥的？来了就跟土匪一样抢东西。大姐，人家是工商所的。那也不能随便抢东西，先说我犯啥错了。都过来帮忙，这有个刺头。20分钟后，叶之花姐俩和小吃街上一半的摊位主都蹲在工商所的小院里，而上了刺头名单的叶之花第一个被带到了小房间问话。知道为什么带你过来吗？我哪知道，你说呀。你老实点。你有事问事，吓唬谁呢？还真是个刺头。你摆摊办证了吗？吓死我了，还以为怎么的了。你要啥证件呢？哼，口气不小啊！要啥证件你有啊？待会一问啥也没有，就按最高处罚。卫生证给，健康证有，摊位证这呢，临时登记证还要啥？一次性说出来。那你身份证带了吗？你带这么齐全干嘛？防止你们查呀。你先坐一边待着。姐，啥情况？问我办证了没？幸好我都提前找咱弟弟办好了，现在就让我坐着等。英秀，你常在城里，知道他们要干啥不？肯定想抓你典型，结果没抓住，故意晾你呢。叶之花一听，心里有底了，于是走到管理人员的办公桌旁，开口道：同志，我可以走了，是吧？结果管理人员只顾埋头做其他人的笔录，没搭理他。那不让我走，让我给我弟弟打个电话，他叫叶清贤，咱县局的，你们知道不？这太知道了，领导女婿啊，未来的干部啊，你真是叶队长的姐姐。如假包换。叶之花本没想着打弟弟的这张牌的，就怕给弟弟添麻烦，但想想自己又没错，提一下还能省点麻烦。这不，叶之花和叶英秀很快就被通知可以先回去，管理人员还亲自送到门外。同志，平常也没查过，今天怎么就过来了？本来摆小摊是允许的，个别缺证件，民不举官不究，这不有人举报说小吃街的摊位不干净，没证件，附近还有学校，影响孩子健康。以前咋不嫌影响健康呢？其实人家举报的就是你们的生食凉拌的摊位。那谁举报的？这个吗？所里有规定，咱不能说。是不是个干巴巴的，60上下，打扮的跟老干部一样，但一张嘴就刻薄小市民的老太太？我可没说哈，不算违反纪律。英秀，听你形容，怎么像你婆婆？可不就是她，丧尽天良的老妖婆！我大姐摆摊碍着她什么事儿了？姐，你先回去吧，我正好没机会给她算总账呢。说完，叶英秀就跑回家算账，一旁的叶之花怕妹妹吃亏，赶紧蹬3轮追，结果刚出大门就被张小兰拦住了。娘，怎么啦？这是？你咋来了？这不是想吃口饭，过来找你，才听说一条街都被抄了，怎么回事啊？你姨的婆婆举报咱凉皮摊，你姨刚知道了就要找她算账，你赶紧的上车，你姨身边没个自己人，我带你一起去给你姨撑腰去，可别让她吃亏了。等叶之花娘俩赶到钱家时，叶英秀已经跟她婆婆干上了，最后还是在叶之花的各种拱火下，以叶英秀夺得家中财政大权，才得以结束了这场闹剧。张小兰也跟着叶之花回了家，刚经过村门口，在村门口纳凉的张有良就立马迎了上去。媳妇，你回来了，今天累着了吧？咋回来这么晚呢？一旁的张小兰逮着机会，兴奋地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哼，他们城里人咋那么坏？坏的只有英秀婆婆。对了，家里墙垒好了吗？
垒好了，门都重新开好了，就等你回家验收呢。就在一家三口准备回家的时候，一旁张有福的好朋友赖大柱阴阳怪气的开口了：“有良哥，你真是24孝丈夫啊！有良嫂子，你凉皮卖的咋样？能挣到钱不？又没个儿子，那么辛苦干什么？”赖大柱，你这是替谁抱屈呢？我说错了吗？3朵金花又不继承家业，你和有良哥那么辛苦干什么？面对疾风吧！哦，大柱，嫂子累一天了，就不跟你掰扯什么男女平等、儿女都一样的道理。但是吧，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嫂子不想再听到，明白了吗？以前咋样不说了，以后呢？我不爱听谁说没儿子怎么样，倒不是我忌讳，我才不在乎呢。闺女娇娇柔柔会疼人，将来我还会给我3闺女城里一人一套房。你呢？你有儿子你了不起，继承你家破烂一堆，拖社会主义后腿呀！说完轻松一扔，赖大柱就上树凉快去了。娘，真给我们一人一套城里的房啊？屁！你爹我还没混上呢，你一个丫头片！人家卖凉皮能城里买房，我也能，我还给你们一人一套。哇！谁呀？谁那么厉害？老头子，我发现你真烦人。你有空打听事，赶紧帮我装车。好的吧。要不要让娘白纸黑字落实到纸上？万一娘又糊涂了，反悔了呢？等张小兰回过头来，两口子已经忙活去了。回过头来，发现自家大姐正低着头做着头花。姐，这是你做的头花？你送的那个被小妮子扯坏了，我照着原来的再做一个。行啊姐，还是批发市场的货，还没有你的好看精细呢。但是你现在坐月子呢，别做了，先多想点花样，等出了月子，咱俩合伙。你可别哄我开心了。没骗你。于是张小兰就坐下来，就开始和大姐畅谈未来。昨天小吃街被抄后，今天摊主们忙着办证，小吃街零零碎碎就几家出摊。叶之花思考了一下，就将装着辣椒油的罐头瓶子往摊上一摆，卖2元1瓶，也不介绍。有人问就说2块1瓶，沾馒头拌面条，能吃好几天呢。就在快收摊的时候，辣椒油居然全部都卖光了。这玩意不都自家榨吗？还有人花冤枉钱买，怪不得都说城里人傻钱多。闭上嘴，这还没收摊上，让人听了去多不好。以后我要你干啥，别那么多废话。你是比我手艺好，还是比我脑子管用？一天天逼逼赖赖，忍你很久了。我花1分能挣10分，你能吗？以后就好好看着，给我坚决执行3个凡是的领导方针政策。哦，啥叫3个凡是？凡是我吩咐的，必须无条件听从；凡是我安排的，必须无条件完成；凡是我建议的，必须无条件支持。哼！叶之花见他不说话，双手慢慢攥紧拳头，老脸泛红。摆张脸给谁看呢？能不能同意？不同意以后咱俩各干各的，各花各的，各过各的。疯！感觉男人自尊受到严重挑战。你瞧不起谁呢？谁家老爷们不听媳妇的？重生后的叶之花的凉皮小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辣椒油也狠狠畅销，还打算注册个商标。于是到家后召开了家庭会议。叫一枝花凉皮，一枝花辣椒油。我觉得可以。不错不错。不如叫3姐妹吧，你们3姐妹就是我宝贵的财富，我要带着你们成为先富的人。就在一伙开心之余，叶之花发现老太太似乎神思不宁。问了二闺女才知道，原来是隔壁张有福到老太太面前诉苦。老太太一时心软，掏了自己的私房钱补贴了2元，估计现在回过未来后悔了。挣了多少？够李老汉的尾款和3轮车的费用了。老头子，你把尾款先给李老汉送去吧，以后我们就能踏踏实实做生意，过好我们的小日子了。于是很快，李老汉推着李乐回村休养的时候，村里头也知道了叶之花将钱全结清了。卖凉皮这么赚钱啊？这才几天？我听镇上卖3轮的说，80块钱的车钱，叶子花给的眼睛都不眨，那肯定赚钱了。咱也得干点啥，太眼红了。大家议论归议论，倒没啥坏心思，可在旁边的方巧云就不是了。昨天大豹说翠红他娘不要彩礼钱，只要出个凉皮方子，不花1分钱就能换回个儿媳妇，多好呢。
不行，我得想办法拿到凉皮方子。于是方巧云一溜烟就跑回家找自己懒汉张有福合计去了。一直在外头忙活的叶之花全然不知自己的凉皮方子已经被人惦记上了。当他收摊回家的时候，才从张小兰嘴里得知消息，而且二房还耍赖找老太太要凉皮方子。娘，我可没说方子啊。你见过我怎么做？我看过，但年纪大记性不好啊。再说那败家玩意能吃得了苦，起早贪黑去摆摊卖凉皮，我肚子出来的，他一决定我就知道拉什么屎，肯定是要了给别人。放心吧，我精着呢，不会说。听到这里，叶之花这才消气。张老太瞄了叶之花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那以后还跟着你养老，给我做好吃的哈？只要你听话，不伤害我和3个妮儿的利益，我天天都给你做好吃的。叶之花和张小兰刚把张小杰送进中考考场，叶之花正准备到弟弟家给小闺女准备午饭，一旁的张小兰却拒绝了。我要去逛街，看看城里的小姑娘都怎么打扮的。你不去店里，生意不忙吗？进的货全卖光了，等小杰考完我再去进点货。所以说女人和小孩的钱最好赚，以前没摸到门槛。娘，等我进完货再挣了钱给你还债哈。我不要你的钱，我的钱都是给你们挣的呢。穷家富路，你在外面不比家里，给自己多留点，也舍不得花。对了，这次还是你一个人进货吗？太危险了，好歹找个伴呢。张小兰嘿嘿一笑，含糊地应了一句，就溜走了。张小兰逛街有点累，随便找了家杂货铺买根冰棍吃，刚剥下外面的包装纸，就看到杂货铺门口跑过去一个人，还没等张小兰反应过来，又跑过去一群人。刚跑过去第一个人，瞧着眼熟嘿。哦，是星君。孟星君，你认识啊？接触过，不熟悉，你了解哦。星君家就在后面街上，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就是这孩子命苦。说说。星君的父亲年轻时尽招惹小姑娘，把孟星君妈给气塌了。后来他父亲办了企业，成了县里的棉麻大王。不过因为偷税漏税，成了打击典型。因为提前得到消息，来不及给儿子说一声，就直接跑了。现在星君就天天被仇家追着要债了。好狗血啊！可不是咋的，没见过那么不负责任的爹。就是苦了星君，见天的从我门口被人追着跑，一天都有好几波，造孽啊！不过他身手还真不错，今天速度比昨天还快了呢。一旁的张小兰一听那句身手真不错，瞬间一个注意上来了。上集说到，张小兰从杂货铺老板口中打听到了孟星君的身手不错，就把注意打到了孟星君身上，于是兴致冲冲地找到了孟星君。听说你身手不错，正好我又要出去进货，有没有兴趣做我保镖？如果没记错，你说就是累嘎怕嘎，从楼上跳下去也不会请我。尴尬，记性真好。可我张小兰是谁？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旁人。生气之后说的话，你怎么能当真呢？跟我跑一趟，给你20。你言而无信，我一言九鼎，说不做你生意就不做你生意。20还逞谁呢？30。无味五斗米折腰。50。富贵不能淫。80管3顿饭。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吃嗟来之食？行吧，你高贵，请不起。哼！说完，张小兰转身就走。继续加案，每月100，管吃住。得嘞，短工变长工了。嘿嘿。张小兰把刚下考场的张小杰接回叶清闲家，就向叶之花显摆：娘你不行啊，一个人忙妹妹的事儿，凉皮摊就得歇业。你看我收了一小弟，自己忙不过来，使唤他就行。嘿嘿，什么小弟？别跟街上流氓玩。啥流氓啊？是上回进货认识的，小伙子能乖，除了能吃没毛病。叶之花知道张小兰晓得分寸，嘱咐了几句，就将注意力放在张小杰身上，也没敢问考得怎么样，只小心翼翼地嘘寒问暖一番。唉，孩子不跟自己亲，怪伤心的，但只能慢慢来了。2天的中考很快就结束了，张小杰不想留在家里面对叶之花，就跟着张小兰一起出门进货了。于是叶之花一边卖凉皮，一边等中考成绩。中考成绩还没出来，就到了交公粮的这一天。得知小姑子张素梅在粮仓做临时工，叶之花打算把张素梅上次借的100块给还上，于是让小姑子收工后来家里吃饭。等到晚上，拿到钱的张素梅还有点懵。大嫂，早听说你卖凉皮挣钱，看来是真的。你和大哥太辛苦了，能闲时能出去挣钱，忙的时候就挣不了了。等孩子们都出嫁，
你们就能喘口气。叶之花皱了皱眉，自觉张素梅接下来没好话。小杰初中毕业了，也满16了，有人看上他了，央求我来说亲，我也觉得对方条件不错。娘，你咋了？感冒了？大热天的怎么就感冒了？给你说多少次别贪嘴吃粮，长点心吧。我看你才该长点心。哎，没眼看了。就在叶之花忍不住想把张素梅挂树上的时候，院里来人了。叶之花赶紧起身去迎。请问你是谁呀？你是张小杰是吗？我是他娘。恭喜恭喜，你真是培养了好孩子，小杰中考成绩全县第1。真的假的？真的，我是镇中的校长，人县里教育局专门打电话通知的。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小杰聪明，像我。感谢老师和学校的栽培，我们正准备吃饭，校长进来一起吃饭。饭就不吃了，我就回来，一是报喜，二是想找小杰同学商量回镇中演讲的事儿。哎呀，可不赶巧儿了，小杰刚好跟他二姐出去玩了，要不等孩子回来，我让他亲自登门拜访。校长见此也只好答应了，留下地址就走了。送走校长，村里其他人也知道张小杰考全县第1的事儿，都上门祝贺。听着大房的动静，隔壁二房又酸了。叶之花的3闺女张小杰中考得了县状元，可把方巧云酸的牙齿都要掉光了。一个丫头片子考第1有啥用？最后还不是嫁到别人家？花钱的时候在娘家，等能挣钱了去了婆家，养闺女就是个赔钱的买卖。大成啊，争口气，下1年咱考个全市全省第1，你才是咱老张家的希望。一旁的张大成闷声应了一声，继续啃窝窝头。方巧云看着张大成，又想起糟心的二儿子要凉皮方子娶媳妇，最后想了想，还是揣了2个鸡蛋来到大房院里。嫂子，听说小杰考了全县第1，恭喜啊，给你送2个鸡蛋。叶之花见方巧云笑着提着东西进来，虽然知道对方没憋着好事，但大喜的日子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一把将方巧云手上的鸡蛋拿过来。鸡蛋谢了，晚上给老太太加个菜。就不会客气一下吗？收我2颗鸡蛋就必须付出代价。嫂子，你变了，你变得强势了，不会是因为孩子成绩好，你又挣到钱就变得高贵，瞧不起弟弟一家了吧？那你想让我咋瞧得起你？领导说先富带动后富，你自己挣钱了，不能吃独食，得想着大家呀。弟妹，你给2颗鸡蛋就这么心疼？就算分家，娘还是大家的娘，说好的每家每月给娘30斤粮食，你们一直没动静，这都多久了？才过来送2颗鸡蛋，该说你们不孝顺呢，还是说你们不孝顺呢？这跟2颗鸡蛋啥关系？再说鸡蛋不是给娘的。咋的？2颗鸡蛋都舍不得给娘，那你来干啥？一天天不干正经事，孝顺娘2颗鸡蛋就心疼的叭叭叭，滚吧！我没空跟你一个又馋又懒的熊娘们搞低级斗争，有那闲工夫我多做几张凉皮，给我闺女挣学费不好吗？走吧，我们家不欢迎你。爱听不爱听我都是这话，主打就是一个实话实说。哼！方巧云简直要气哭了，哼唧一声跑了。张有良，你打听没有，二房到底为啥非要咱凉皮方子？说是大炮谈的那个对象家里不要彩礼，想要凉皮方子。对象是不是叫刘翠红？就是他。真是给他娘找了个好亲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找的亲家也是这种暗戳戳算计人的。如果他堂堂正正说要干生意，让我教，我还能藏着掖着。邻省满大街都是卖凉皮的，家家都会，又不是什么隐秘的专利，就非要鬼鬼祟祟，真是让人瞧不起。说到底就是人性不好。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我必须要让他们吃点教训，常常记性，免得以后咱家有什么好东西，他老两家都想着伸手。今天张有良要种玉米，于是叶之花一个人去摆摊了。刚支上摊，就遇上燕秀的婆婆钱老太。大花开摊了，婶，吃过没？来碗凉皮。不了，我不占你这个便宜。街头也有一家，我去那家买。感情你主动打招呼，就是为了告诉我街头有一家。街头那家还是厂领导亲戚的，刚摆摊的时候，厂领导还带着职工们亲自过来捧场呢。要我说，都是凉皮，吃谁家的不是吃？万一哪天被领导看见，
就入了眼，晋升都容易。叶之花一愣，知道早晚会有竞争对手，但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降临了，急忙向食客们打听。街头确实新来个卖凉皮的，我们昨天尝了，还是你调的好吃。关键你这个麻酱还有辣椒油，比他家香多了。对，入口的东西关键是味道，我们就爱吃你的，放心吧。见食客们捧场，叶之花很感动，于是趁机推出新品。这2天请假对不住大家，另外我闺女中考成绩不赖，为了表示感谢和庆贺，择日不如撞日，咱今天推出新产品。什么产品？赶紧拿出来让我们尝尝。米皮，凉皮面做的，米皮是白大米做的，原料都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多少钱一碗？你别光说话，动手调啊！大米比面贵，米皮6毛一碗，今天新推，给老客户打9折，5毛5分钱一碗。先给我调一碗。我也要。一旁本来想看叶之花出手的钱老太一看生意还这么好，鼻子都要气歪掉了。正巧叶英秀没事干，过来给叶之花打下手，主要也是闲着没事干来闲聊来了。听说破烂街和东关，还有火车站也有卖凉皮的了。凉皮产业这是要遍地开花呀！对了，你知道街头那家凉皮摊主不？听说是什么领导的亲戚，人品性怎么样？还真是领导亲戚，人性不知道，但是听说很强势，风评不好。不过姐你别怕，你不是厂子的不敢得罪，我是职工家属，他敢找事，我骂嘎他。领导也得注意影响，注意群众关系啊，对不对？叶之花点了点头，话题一转说起张小杰中考状元的事儿。姐你考了状元，家里说要祝贺祝贺，一会儿你通知一下清闲，一块到我家吃饭，能行吗？那必须行，我外甥女出息了，那必须给贺贺。不过大姐你们分家了，你们老张家二房也请来吗？不来，我就请了你和弟弟，再加上他姑姑姑父，都是实在亲戚。你婆婆愿意？不愿意能咋的？要不跟二房过去？于是话题又一转，叶之花将二房觊觎自己凉皮方子的事情也给抖出来了。那不是傻吗？城里凉皮都快遍地开花了，他还惦记什么方子？都不睁眼出门看看吗？大姐你就是太善良，我给你出个主意，治治他。不谋而合了，这事你展开说说。张小杰得了中考状元，叶之花叫了弟弟妹妹以及小姑子一家来家庆贺，唯独没叫二房。张有福气的在院里转圈圈。请吃饭竟然不喊我，大成，你去吃，你姑在那呢，有他护着，你肯定能吃。上回我姑给我凉皮，被我娘讹钱。啥叫啊？那叫争取。没你娘给你争取医疗费，你能顺利挂上吊瓶，恢复健康。张大成其实也很想去吃，于是他扭头看向了方巧云。看我干啥？想去就去，叶之花敢撵你，我明天就在村里吆喝他跟孩子一般见识。大成，你好好听听他们饭桌上都说啥，最好能将怎么做凉皮问出来。还有回来的事。张大成悄悄摸进院内，溜进了张老太的房间。张老太正训着张素梅呢，让她长点脑子，别乱说话。一抬头却看到小孙子。你咋来了呢？奶，我看这边要不要我帮忙？嗨，大成啊，要你帮啥忙，一会帮帮吃就行。不等张老太说话，张素梅又抢先开口了。大成啊，期末成绩咋样啊？明年你也考个状元，姑姑给你摆3天流水席，比今天还好。张老太在旁边肺都要气炸了，感情刚才的话全白说了，但是毕竟是孙子，也舍不得撵走。等到喊人上桌吃饭的时候，叶之花一眼就看到饭桌上多了个不速之客，就很无语。就在这时，叶英秀给叶之花打了个眼色。待等农忙时候，我不一定有空去城里摆摊了，正愁呢。大姐，我在城里也没什么正经活，要不替你看几天凉皮摊，正好也在家门口，多方便。那感情好，就是。就在叶之花犹犹豫豫不给准话的时候，张素梅开口了。要不嫂子我替你吧，你在家做好，我过去摆摊，比英秀姐更方便。还亲姐妹呢，这就想着套我嫂子的凉皮方子，呸！叶英秀瞪了他一眼，转头就对为难的叶之花开口说道：大姐，我有2个方案，你听一听。说说。一是我花钱跟你学手艺，等你不忙了，还在老地方摆摊，我去别的地方。2是你白教我手艺，
做起第2个凉皮摊，我替你看着，每天给我点提成就行。姐妹俩一说一唱，别人都当真了，尤其张大成，虽然没抬头，但耳朵竖起来了。第2种办法，咱不好分钱，多了少了的，要不你给我200块钱做学费，我教你手艺。200，这也太多了。200多吗？我大姐现在一天都100多的流水，200块钱不到半个月就能挣回来，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快还钱？我可舍不得花200学凉皮手艺，学会了也不一定比大嫂凉拌的有味道，可惜了。其实凉皮这种东西就是吃的新鲜，将来摊位一多就不稀罕了，主要打的是个信息差，都是自家亲人，只要想学，我肯定教，大家共同富裕嘛。当然，亲兄弟明算账，不白教。于是叶英秀直接从包里掏出200块钱铺桌上。姐，这是学费，今天我就住你家，啥时候学会啥时候离开。哼，这杆子爬得可真快。张大成从头听到尾，吃完饭回家后，立马将这个信息说给老2两口子。200，他咋不去抢？反正凉皮方子花钱就能买，我也说给你听了，你看着办。方巧云肯定不花那个冤枉钱，但是第2天不知道怎么回事，200块钱花钱学做凉皮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传遍整个村子。3天后，满脸喜悦的叶英秀提着东西走到村口，看到人就停了下来，给大家分享摆摊赚钱的喜悦。娘哎，我专门提着礼来谢我姐的，才摆2天摊就挣回本了。很快，叶英秀卖凉皮也挣到钱的消息随着晚饭时间传到了邻村。滚，别败坏我闺女名声，以后别来了。大豹哥，200块钱你也舍不得为我花吗？翠红妹妹，你等着我。恋爱脑的张大豹回到家，一哭二闹都没用。等到第5天，方巧云一睁眼，看见房梁上吊着个人。大豹，大豹，你赶紧下来！没有凉皮方子，我就踢凳子。张大豹抓着绳子威胁方巧云，结果慌乱中弄倒了凳子。赶紧凑钱买方子。儿啊，你大哥已经进去了，你不能再出事。买，娘给你买。方巧云没有办法，厚着脸皮到处找亲戚家借，最后签了一堆欠条，才凑够了200块钱。于是就在村口等着叶之花收摊回家。嫂子，你咋不看我一眼？你是我对象啊，我还得给你对眼。我要不要再给你唱个2人转？有事说事。大嫂，你脾气真是越来越大。我找您有事，给您送钱来了。送啥钱？知道我家受你家大虎连累，赔人家老李钱，那你给我吧，1000，不多要你。嫂子，我是交学费，学你做凉皮。嘿嘿，鱼儿终于上钩了，不教你。哎，嫂子，我是真想学。大豹这不是要娶儿媳妇，我也想为他挣点彩礼钱。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你看我都要学做凉皮，亲自去干生意挣钱了，肯定是改过了，对不对？不行，谁都行，就你给钱都不交。有良家的，他给钱你就交呗。对呀，老2家挣到钱，你们也省力，否则将来麻烦的还是你家。我可不敢，他人品坏得很，万一挣不到钱赖我头上，咋整？有良家的，他给钱你就交呗。对呀，老2家挣到钱，你们也省力，否则将来麻烦的还是你家。哼，我可不敢，他人品坏得很，万一挣不到钱赖我头上，咋整？这不会吧？他就是这样的人，占到便宜说你冤大头，占不到便宜说你不顾手足，我就是吃太多亏了。绝对不会赖你，挣不挣钱都是我自己的，你只管教我做凉皮就行。我可不相信你，除非你写个保证书，白纸黑字落实到纸上，然后让咱村里这些人给你做保人，我才交。最后方巧云无奈地写好保证书，村口这些人乐得看热闹，也排队跟着摁手印。等叶之花拿到新鲜出炉的保证书，喜滋滋地开口了：那晚上我做凉皮的时候，你跟着打下手。哎，好咧。就这样，方巧云跟着叶之花学了2天就不来了，叶之花随她去了。第2天，张家2房发生的事情10里8乡的都知道了。方巧云赖皮到底，赶走了过来嚷嚷要还钱的亲戚，当然亲大哥除外。大哥，你不帮我，
还带人来我家闹，咱俩可是一个娘。亲兄弟明算账，借债还钱天经地义，10块钱也是我辛苦做西酱赚的。我也没想到是叶之花坑我。你活该被人坑，又笨又损。要我说，你就该跟我一样，买个儿媳妇，省好多事。你又给刘根买了个媳妇？对了，花了我1200块钱呢。这么贵？废话，一个大活人肯定不便宜，可惜是个傻子。但凡我再有1000，就能买个水灵灵聪明的大姑娘了。可惜上线被抓了，手里只有2个傻子可以选。你是我妹妹，我才告诉你，换个人我都不说。还有，既然你学会做凉皮了，也去摆个摊，他叶之花能挣到钱，你也能，没多有少。别跟着张有福学好吃懒做，也省得老惦记我手里的钱。方巧云动心了，于是也开始摆起摊来卖凉皮。另一边，张小兰带着妹妹和孟星君扛着几个大包，困难地登上火车。孟星君往座位上一瘫：“张扒皮呀，张扒皮，我跟错人了，我要吃盒饭。吃啥盒饭？咱还没挣到钱呢。那白馒头，1人1个。咦，能不能换点别的？说好的管1天3顿饭，感情顿顿干馍馍。胡扯，这不还有红萝卜咸菜吗？哼，7天了，吃得够够的，看见都想吐。不吃拉倒。”一旁的张小杰见状，默默解下自己的水壶，倒了一杯水，递给孟星君。哥，要不来口水，先垫垫，到城里咱再炒菜做顿好的。无奈的孟星君接过水，猛灌了一口。你从哪灌的水？怪甜的，而且喝下去后四肢舒服，暖得很，感觉身上都充满了力量。张小杰笑笑没说话，又给张小兰倒了一大杯。还是妹妹疼我。就在这个时候，列车员开始检票。当看到张小兰后，低头看了几眼她的票。你跟我来一趟，放心，不是坏事。我跟你一起去。张小兰同志，你好，我叫李忠贞，是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队长。这位是马笨，我的同事，调你们来是为了上次你们举报人贩子的事儿，感谢张小兰同志为我们提供线索。对方真是人贩子，那他有没有同伙，祸害了多少小姑娘？你们解救了没有？根据他的招供，确实在海市存在一个已经成体系的人口买卖团伙，我们已经顺着这条线派人去抓了。所以你们找我是需要我继续帮忙吗？张小兰同志挺聪明吗？那必须的，要不我怎么出来做生意呢？说吧，需要我干啥？一旁的孟星君看着张小兰那得意的样子，忍不住提醒：危险的事儿，我们可不干。当然不会让你们涉险。我们提前收到消息，有一条重要的分销线在你们 S 县，但目前只知对方外号，其余一概不知，所以我们需要你帮忙打掩护，假扮成你亲戚，偷偷摸牌。那行，以后你俩就是他债主。我家亲戚都在本地，知根知底，贸不然又带回去俩，不够村里人打听的。他爹欠了好多债，不如说你们是债主，追到家里，村里人一听，肯定不敢上前打听，方便你们掩护，对不对？小姑娘有没有兴趣进我们公安系统？我看你脑子很好用嘛。你们工资高吗？我进趟货能挣3位数呢。下车后，一行人把货物放店里后，张小兰也不好意思那么抠门了。我请大家吃 S 县特产。这就是你说的本地特产，3姐妹凉皮。对哦，我娘做的，本地你再也找不到第2份。你厉害。嘿嘿，娘3碗凉皮，多放辣椒油。为啥3碗？你和妹妹不吃？我俩喝馄饨，吃肉。给花娘的钱，杰尼尔，晚上给你做好吃的。这回你可是中考状元呢。一伙人吃完正歇息时，张小兰闲不住了。娘，最近村里有啥热闹事儿？别人我不知道，但张大豹可能娶不上媳妇了。张小兰的八卦之魂顿时燃烧，于是叶之花把从怎么坑方巧云200块钱，到方巧云跟翠红娘撕把全说出来。翠红那边正都扯了，张大豹哭得下不来床。你二婶去镇上摆凉皮摊，结果翠红娘也在镇上摆了个凉皮摊，两人摊子挨着，天天对骂，客人都不敢来，一碗凉皮也没卖出去。卖不出去的凉皮，他们又舍不得扔，第2天继续卖。这么热的天，凉皮早馊了，这下更没人买。翠红娘已经拿了500块彩礼，不缺钱，所以干脆不摆摊了。你二婶倒是还在坚持。奇了怪了，二婶这是改姓了。回家你问你爹去，2天了，应该打听出来了。
等到收摊时候，孟星君嚷嚷着要跟着张小兰回家，张小兰却不乐意了。哼，当时说好的包吃包住，或者我回自己家继续跟人干架，我残废了，不能保护你，给的工资也退不了你，2选1，你说让不让我跟你回去吧？无奈之下，张小兰只能同意。当然，李忠贞和马奔要维持人设，也寸步不离。一回到家，张小兰就找上张有良，一脸八卦相：爹，我二婶真的改邪归正，要勤劳致富了吗？致富啥？他是为了给大豹买。那边2个牛高马大的男人到底是干啥的？面对叶之花的逼问，张小兰见瞒不住了，只好跟叶之花坦白：你胆子肥了，敢跟人贩子耍心眼，你以为自己精明呢？万一他有同伙，用蛮力呢？你还敢应承刑侦队的活？你拿人家工资吃人家那碗饭吗？你说万一出点事，我还能活吗？娘，您突然这么有母爱，我害怕。咋的？像以前那样压榨你们，供血给2房那几个白眼狼，你才高兴？不，还是现在这样子才好。这事你别参与，明天就回店里卖你的货去。结果第2天，鬼迷心窍的方巧云听了自家大哥的鬼话，打算把张小娟的娃娃抢走拿去，结果碰上了收工回来的张有良，吓得方巧云一路跑回娘家了。等到叶之花回到家，张有良就跟他告状：方巧云过来抢娃娃，若不是我回来的早，怕是已经得逞了。叶之花转身就走，一旁的张有良怕叶之花吃亏，又怕方家人再来，于是对着旁边的3人道：你们去，跟着去，看着他别吃亏呀。这一跟着去就不得了了。作为帽子叔叔的李忠贞和马奔在看热闹的同时，于是方家一行人坐上了小汽车，目的地就是小黑屋。等到叶之花一到家，就把事情都告诉了大伙，一家人都惊呆了。一边的张小娟抱着孩子，整个人都是愣的。唉，孩子，我在方家村说了，咱跟他离婚，对不起孩子，都是娘害了你。娘，不怪你，都是我命不好。明天咱就去镇上问一问，看怎么办离婚。娘陪你去，不管多困难，娘一定帮你把婚给离了。由于离婚需要双方在场，于是叶之花找到了李忠贞，请求特事特办。于是，在李忠贞的协调下，叶之花带着张小娟和民政局的同志找到了方留根。方留根，赶紧签字，我家小娟要跟你离婚。方留根不同意，最后被他娘按着把字签了。就在方留根摁下最后一个手印的时候，一声咔嚓声音响起。啥？刚才是啥？这是存档图片，证明是你本人签字，叶同志。到时候他如果反悔，你们就来民政局翻档案要照片，我们替你作证。谢谢你。那文件签了，离婚证啥时候办？现在就带你们回去办。好嘞。你到底有啥心事？说出来，别总在哀哀的。十里八乡哪有离婚的？没个男人，小娟以后咋整？哼，有些男人就是累赘，阻扰妇女进步的道路。张有良，你是不是觉着闺女丢你人了？瞎说，我是担心闺女想不开。想得开，她离婚后不知道多高兴。咱当爹娘的帮不了忙，也别给孩子拖后腿。我以前犯浑，但是知错就改。张有良，你忘了3个凡事了吗？算了，媳妇做的决定，既然孩子高兴，那就证明是对的。大不了以后听到谁嚼舌头，学媳妇一。解决完大闺女的离婚事儿，叶之花就特别想另外2个，尤其是张小杰。中考后就天天黏着张小兰，话都没跟叶之花说2句。叶之花想了想，就买了一堆好吃的，来到了张小兰的门市。结果只有赵燕一个人在。大姨，他们俩出去买饭呢，都出去2小时了，我都要快饿嘎了。莫不是碰到什么热闹，兰妮儿看的忘了买饭吧？就在叶之花刚准备自己过去找的时候，张小兰就提着个饭盒同张小杰回来了。看到叶之花，张小杰还愣了愣，冲他点点头，就往旁边躲了。看得叶之花心里一酸，又不好计较。好在张小兰风风火火，看到叶之花就分享欲爆棚。娘，你猜我刚去买饭遇到什么事了？哈哈哈，说出来笑死你。叶之花佯装恼怒，拍了一下张小兰。你就顾着看热闹，生意也不顾，人家赵燕都饿坏了。大姨，他啥人我不知道啊，没事，我俩谁跟谁。
给你不是说想喝羊肉汤吗？我专门跑中心医院门口那家给你买的。赵燕眼睛一亮，接过盒饭，说了一句还是小兰好，然后就坐一边吃饭去了。娘，打喜您也想不到，我在医院看到我大姐公公和婆婆了，说是找儿媳妇找大孙子，当得知大孙子没了，非说医院的错，要医院赔他们大孙子，人家医院说了，来的时候就已经流产，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不听就闹，最后公安将人直接提溜走了，说是虐待妇女不知悔改，继续寻衅滋事。娘，这事您知道吗？知道，太知道了。你姐因为这事，昨天离婚证都办下来了。顶着两个闺女惊讶的目光，叶之花叹口气，将这2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还有小杰，你二姐在城里有事业不回去住，你呢？那俩刑警走了，你回家住吧。张小杰目光躲闪，一看就不愿意回家去。张小兰一看，懂了。娘，村里那么多事，还是让小妹在城里吧。门市后面有间屋，她正好学习，有空还能帮我。叶之花看看二闺女，再看看小闺女，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小杰在城里得有点零花钱，50够不够？不用，二姐说给我开工资，我不需要你给。眼看着气氛要冷，张小兰赶紧又说：“娘，我跟你回去。”叶之花差点就开口说：“你回去干啥？陪你小妹呀。”又突然意识到不能那么说，否则二闺女也会伤心。行，你该回去，你大姐盼着有个姐妹说话呢。上次回来你们都没顾上细聊，你给她说说外面的事儿，顺便开解开解她。等一回到家，叶之花就先问了今天有没有人来找事。方巧云回来了，前院哭了半天，趁我下地不在家，她跑咱家门口骂，后来被李支书给撵走了。哼，咋就不改呢？叶之花说完，一转身就去了前院。张小兰一瞧，一溜烟也跟在叶之花屁股后头。方巧云，你出来，我知道你在家，你开门了，你有本事跑我门口骂街，你有本事开门了。院里静悄悄的，没人敢吭声。叶之花不依不饶，继续拍，大力拍，大木门很快就出现了裂纹。我的娘嘞！眼看着二房的门就要被叶之花拍碎，院门打开了，走出来的竟然是张大成。你娘呢？你屋子大人，没人敢冒头，让你一个学生娃娃出来，你们二房就这点出息，有本事来我家闹，有本事你们来接我招啊！大娘，他们做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否则肯定拦着。我替爹娘给您道歉，对不起。张大成先发制人，将姿态放很低。他都想好了，假如叶之花在闹，就是得理不饶人，村里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到时候他在暗中引导，说不定能扭转舆论。可是腰弯下去大半天，都没等到叶之花动静，偷偷抬头，发现叶之花正盯着自己。上辈子的张大成，表面上他和风细雨，对叶之花客客气气，但私底下张大虎想起来的那些虐待自己的点子和敲骨吸髓，都是张大成出的点子。也就是后来叶之花老了，没有利用价值，张大成才丢手不管。想到这些，叶之花开口了：“大成，你是个好孩子，可惜摊上不懂事的牛，你将来的路难走啊。”张大成其实有个很好利用的弱点，那就是他是个官迷。果然叶之花一开口，张大成脸色就变得凝重。得亏你娘没犯事，给放出来了。如果跟他娘家一块进去，你以后就算上了大学又如何，分配都成问题。大娘，你呀，多给你爹娘讲讲道理，他们不懂事，你懂。如果你管不住，那大娘也不会为了他们让自己犯错。我让公家管，你也看到了，大娘如今跟公家关系不错，人家都在我家吃吃喝喝呢。大成，大娘实在不忍心看着你被连累呀。你说大娘辛苦挣钱都是为了啥？当然为了自己的三闺女呀。后半句叶之花就没必要说出来了，但此刻的张大成脑子嗡嗡的，叶之花模棱两可说2句，张大成自己给自己说通了。就说嘛，大爷家的家产我们都有资格继承家产的，但是要让他们好好挣钱，就得有个和睦的环境，不能让爹娘总找人家麻烦，万一惹恼对方，受连累的是我的前途啊。大娘，谢谢你的指点，我会帮您看好爹娘的。很好，大成，大娘看好你哟。大成，啥意思？叶之花给你说啥了？你对她态度那么好。你们以后不许去闹大娘和大爷一家，不要打扰他赚钱。凭啥？就凭他挣的每一分钱，他家的地和房子将来都是我们的。二妹，我要看孩子，你去给爹和星君送饭，
这俩鸡蛋给星君补补。人城里小伙能帮着下地干活，人是真不错，你眼光真好。大姐，我和孟星君只是雇佣关系，除此之外啥关系都没有。可是孤男寡女，这世界上有好多种关系，不是一男一女在一起，就是搞对象。村口那些大婶和大爷坐一块说3道4，也是搞对象吗？对不起二妹，主要是我看你俩站一块挺般配，不是，你别误会，我只是听村里都这么说，我帮你解释去。孟星君婉拒了村里的说亲，于是村里的人就都开始传这是张小兰自己给自己找的对象。算了，这事也是我没注意，你别管了，还是得想办法将这个麻烦撵城里去。这边张小兰刚到地里，孟星君先一步伸手就要接饭筐，赶紧的，洗了。你站那，不许靠近我，必须离我2米开外。你又做啥妖？你蹭饭蹭上瘾了还，两叔叔都走了，你干嘛还赖我家？回你城里去。那不行，说好包吃包住的，你要反悔。咱俩又没签白纸黑字的合同，再说也没让你下地干活啊。阿妮，你别欺负人小军。谁欺负他？哼！叔，你别怪他，都是我不对。为了能顺利留在村里，孟星君真的很努力，讨好张有良和叶之花是他的新目标。至于张小兰，又抠门又臭脸，一边玩去吧。你就咋咋呼呼吧，说话办事一点女孩样都没有。小军以后我罩着，你不许欺负他。其实这几天村里的闲言碎语，张有良都知道，本来不高兴的，但孟星君不挑吃不挑住，还勤快的帮他干活，多好的上门女婿。所以这2天，张有良对孟星君越看越爱。叔，您对我真好，以后您就是我亲爹。哈哈哈，好儿子。要不要脸？为了蹭吃蹭喝，乱认爹，还有爹你居然维护一个外人，哼！我找娘告你状去。叶之花今天也不太平，她推着凉皮摊到小吃街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另外卖凉皮的摊位给占了。你家摊位不是在街头吗？我家生意好，开分摊了，你去别处吧。叶之花愣了愣，随即明白过来，这是抢生意呢。你开分摊去别处开吃，这是我的位置。你的位置，有本事你喊他一声，他能答应，我就承认这是你的位置。叶之花沉默了一下，直接开口问：你这是要撵我走呢？就是的，怎么着吧？你如果识相，就从小吃街滚蛋。我不明白，小吃街第一家凉皮摊是我，你们后来的抢了我部分客源。我说啥没有？我没有阻拦你们挣钱，毕竟出门做生意各凭本事。你是怎么有脸要撵我走的？谁给你的勇气？你那么多废话，知不知道我叔干啥的？再啰嗦，信不信我揍你？叶大姐，他家亲戚是厂班的，还兼任保卫科科长，官小权力大，你别跟他冲突。大到着呢，狗从他身边过都得踹一脚。听到没有？都知道我的厉害。瞧你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不跟你一般见识个，赶紧滚！惹恼了你姑奶奶我，吃不了兜着走。叶之花翻个白眼，一伸手将胖婶的摊子给拽出来了。嗨，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就扬手打向叶之花，叶之花一个闪身，胖婶扑了空，一下扑在地上，来了个狗啃式。你不走还动手，对不对？我凭啥走？你给我等着！大姨，刚看这边吵闹，咋回事？说话的正是钟朝阳。钟朝阳天天过来吃凉皮，叶之花跟他已经很熟悉，于是就将刚发生的事说了。没事，大姨，我和我兄弟给你守着摊子，哪也不去。他亲戚是工厂领导，我爹可是棉麻厂的办公室主任呢。叶之花也是前几天和大闺女办离婚，让孟星君过来看摊子才知道，原来钟朝阳是孟星君的表兄。因为孟星君的爹到处招惹小姑娘，把孟星君妈也就是钟朝阳的姑姑给气嘎了。自从钟朝阳处处看不顺眼孟星君，说回胖婶，胖婶那边喊了人，远远看到叶之花摊位旁边站着钟朝阳。我说那么硬气呢，原来八戒上领导的娃了。等到叶之花卖完凉皮，准备收摊了。孩子，今天谢谢你，等大姨有空，请你们吃大餐。大姨，你太客气了，就怕明天胖婶还来找事，你不如将儿子带过来，有个青壮年护着，他不敢动你。叶之花闻言，多看了钟朝阳2眼。上回孟星君帮他看摊子，结果回来不见人影，只看到摊前的钟朝阳，只怕今天帮忙，醉翁之意不在酒。丽丽忙着呢，我那小子在家干活，等他再来，指定介绍你们认识。小子？啥小子？刚到的张小兰正好听到这句话，心里想着，难道孟星君把娘也给拿下了？钟朝阳看到他，目光闪了闪，抢在叶之花前开口：你也是大姨的孩子，你排行第几？家里几个兄弟？张小兰本就对孟星君那小子气着呢，对钟朝阳语气也不好了。我排行第几？
几个兄弟，关你屁事？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今天叶大姨被人欺负，所以……啥？我娘被欺负了？谁呀？谁敢欺负我娘？想上树吗？一旁的叶之花趁机开口：“回去跟你说。”告别了钟朝阳，叶之花载着张小兰离开了凉皮摊。张小兰没跟着回家，她告完张有良乱认儿子的状，便去了门市。张小娟托她买做头花的材料，她也要抓紧销售店里的存货，不能让孟星君老在村里待着，是时候拉出去再溜圈了。你啥意思？怎么想起来认孟星君做儿子？不是儿子，是上门女婿。可是咱兰妮说，跟他是雇佣关系，不是搞对象。星君这孩子人俊俏又勤快，嘴还甜，没啥毛病。咱先观察观察，看看人品，如果好了，咱当爹娘的撮合撮合总没错。感情本来就是处出来的，就说咱俩当时也是家里给定的亲，结婚前就见过2面，还不是越过越好，对不对？反正我可稀罕你了。第二天，等叶之花支好摊位，钟朝阳带着兄弟也过来了。孩子们，今天不用站岗，你们小姨说了，胖婶没来。钟朝阳点了点头就走了。路上一直纳闷，心想胖婶肯定憋着坏，这不路上走着的时候，居然看到胖婶进去了办公楼，明显就是找自己亲戚陶仁显投诉去了。不行，我得让叶大姨欠我一个人情，这样才能继续从她身上套孟星君的消息。陶仁显，我得亲自会会他。今天叶之花收摊比较早，想着过来找殷秀聊聊心里话，才刚到叶殷秀家，还没有和她说上2句，就看到邻居家的女儿圆圆哭着过来了。爷爷，快去看看我妈妈，妈妈头疼，吃了好多药片，我喊不醒。叶之花一听，第一个先跑进邻居周美玲卧室，只见对方安静地躺在床上，身边散落着药片。娘烈，殷秀，赶紧喊人送医院去。叶之花和叶殷秀等在了抢救室门外，大家都心有余悸。你说他2个孩子呢，咋就那么想不开呢？本来叶之花她今天就是想找叶殷秀说说心里话，结果还没说，就碰到这事，更将叶之花心中的恐惧无限放大。于是叶之花将自己从前的糊涂表现，以及现在的改过自新和小杰的态度说了。这孩子啥事都藏心里，有怨气也不说出来。他二姐跟他那么好，都不晓得他想什么，我怕呀，万一憋坏，想不开走了，我怕呀。一旁的叶殷秀听完也是惊讶万分，她晓得姐姐以前糊涂，但没料到姐姐糊涂到不亲自己孩子亲隔房的侄子。姐，你最近表现不挺好的吗？你看小娟和小兰就挺接受现在的你。小杰吧，就是他读书多的缘故，读书多的人心里弯弯绕绕多，别把事情想太严重了，你慢慢感化。女孩子比男孩子心思细腻，早晚会明白你的心。他不是马上来一中上学，不行你就在一中门口租个房子，陪他读书，给他1日3餐做饭，不信他不知道你的苦心。叶殷秀并没有劝好他，不过将心里话说出来，心里好受多了。唉，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时间不早了，我不在这等，先回去了。回去吧，回去吧，这边有我们厂里的人呢。就在叶之花刚下2楼楼梯，却无意中看到张小杰走进了旁边的一个病房。叶之花心里直犯嘀咕，就跟了上去，偷偷往里瞅。只见小闺女殷勤地扶起病床上的老人，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突然张小娟一回头，叶之花赶紧躲起来。为啥躲？搞得自己跟贼一样。叶之花有心想进去问原因，又怕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万一耽误对方正要达成的目的，可怎么行？叶之花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悄悄离开。刚走到楼梯口，张小杰就追了上来。你站住！叶之花无奈，只好换一副惊讶的表情。小杰，你怎么也在医院里？你装什么？明明就看到了。说，你为什么跟踪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就是关心你。再说也没跟踪你，我来医院看个朋友。哼！你在城里能有什么朋友？跟踪就跟踪，你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叶之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看张小杰的态度，反正他说什么都不会信。随便你吧，你只要知道我是你娘，不会坑你就对了。这话说的，叶之花都心虚，张小杰更不信。你走吧，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张小杰说完就转身，却发现他照顾的那位老人正一脸不满意的看着自己。他知道刚才一切他都看到了。刘校长，我……小杰，这是你的母亲。本以为你是个好孩子，却对母亲态度这么差，
我很难相信你以后不用来了。刘校长，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叶之花听到张小杰喊什么校长的时候，大概就猜出来，对方可能是一中校长。小杰来照顾对方，肯定是为了未来3年的高中生活和学习。他可不敢再耽误闺女，赶紧帮忙解释。刘校长，是我不放心孩子，没有给孩子自由。您放心吧，我家孩子不说别的，品行肯定没问题。你看，这就是当母亲的，哪怕孩子再不懂事，也会毫无理由的护着自己孩子。小杰，你回家好好想想吧，我这边有儿有女，用不着你。刘校长摇摇头，态度坚决，转身回病房。张小杰朝着他的方向追了2步，最终还是停下。去啊，追上去解释去，不行我去。够了，你就是见不得我好，就是想毁了我。叶之花怕他出事，赶紧去追。兰妮儿，你妹妹不见了，天都要黑了，你妹妹能去哪？找去，都找去。娘，别着急，你先说到底怎么了？叶之花急匆匆将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兰妮，你知道你妹妹在医院照顾校长不？张小兰不知道，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反而点点头。晓得的，娘，我妹妹做事有章有法，你不用担心。听到这话，叶之花放了心，随后就是无限的懊恼。都怪我，我如果不去，也不会坏你妹妹的事儿。兰妮，你说她一个人能去哪？会不会出意外？娘，要不你先回家吧，妹妹去哪我大概知道，回头我开导她，成吗？这回张小兰没说谎。张小杰不开心的时候，就爱去公安局门口对过的马路牙子上坐着。张小兰不理解，但放心，毕竟那块是全县最安全的地方。叶之花哪里能安心回家，非要坐在门市上等。张小兰没办法，反正她也要回家跟大姐商量事，正好跟娘一块回去。张小兰先去确定妹妹的安全，果然在老地方，她看到呆呆坐在马路边上的张小杰。三妹，你干嘛呢？到底怎么回事？不给娘说，也不给二姐交代吗？二姐，你相信一个人会突然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吗？你就直说，不信娘便好呗。其实我也不信，可事实告诉我，娘就是变了。别管她啥心事，对咱好，咱就接着。至于以后怎么样，以后再说。我接不住，难道因为她变好，之前的伤害就当做什么没发生吗？那一年，张大虎将我踹到秀水河里，然后说我想拉他下水，娘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骂一顿。二姐，当时我刚来身上，河水那么凉，我肚子疼得难受，浑身湿漉漉，她全看不到，就盯着张大虎上下打量。还有一次，张大成嫉妒我学习好，吃不下饭，娘将我骂一顿，以后我考试都不敢考高分。还有，算了，不说了，反正一闭上眼，我就想起那些事，我怎么能一点不介意的接他的好心？谁知道好心背后是什么算计？是不是因为我们大了，懂事了，他讨好我们，方便以后像麦大姐一样卖二婶的好？张小杰不敢想，又不得不想。张小兰也不晓得该怎么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他就是没心没肺，有好就是收。可是三妹不一样，人总会变吧。就像你，从前不敢考高分，这次怎么一出手就是中考状元？从前你黏着我，也没像现在粘这么狠。从前你害怕跟陌生人交流，现在不也主动出击，知道为自己前途找资源。小妹，社会一天一个样，人的思想也跟着飞速转变。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你不接受他的好无所谓，那就让自己强大，强大到他不敢算计你。行了，别搁着悲伤秋月了，咱农村孩子可没时间矫情，应该抓紧一切时间奋进才对，你说呢？张小杰一抹眼泪，重重点头，但是内心却因张小兰的话惊涛拍岸。人是会变的，可是改变有迹可循，哪有突然换个人？难道娘跟我一样？等到了门市，张小杰在看叶之花，褪去了怨恨，多了审视。叶之花看着他，想问又不敢问，张小兰看着都别扭。娘，天老黑了，咱赶紧回去吧。等到叶之花带着俩闺女刚回到家，孟星君就开心的喊人了：“娘，你回来了！”一旁的张小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爹娘，你们可不要跟着胡闹，我和孟星君不可能。啥意思啊？你还对我图谋不轨？我认爹娘跟你啥关系？村里都快传遍了，你咋这么不注意，影响我名声了，知道吗？以后我怎么嫁人？孟星君一脸不可置信，转头看向张有良。别听外人瞎说，你就喊我爹，我就稀罕你这个杂。孟星君他又不笨，听张有良这么说，他稍微一想就知道村里肯定有风言风语了。当然，他不会想到张有良有上门女婿的想法。对不起，我没想到啊。你才反应过来啊？明天带着大姐做的头饰，跟着我去海市进货去，别搁村里坏我名声。孟星君拎着一袋头花样品，跟张小兰去了海市里最大的批发公司。请问面前这位？是的，
这位就是我们的法人代表邱泽，不信您可以去大厅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张小兰看着面前一位头发乱成鸡窝、戴着厚厚平底眼镜的30多岁男人，对外界动静毫无兴趣，只管埋头在纸上泼墨挥洒。这形象不说跟商业精英一模一样，简直毫无关系。邱老板，你好，你好，我是一枝花贸易有限公司的执行经理。啥时候办的公司？我咋不知道？就吹吧。张小兰把手伸出去，不但没有得到回应，反而被邱泽嫌弃了。你挡我视线了。张小兰那个尴尬呀，她默默站在桌前，实在不知道找什么话题。倒是没有销售压力的孟星君，颇有兴致地看四周墙上挂满的字画。他轻轻碰一碰张小兰，示意她看墙上。张小兰烦他没规矩，不过为了缓解尴尬，还是装模作样看墙上作品。你看邱老师写的多好，没赚会答。必须的，赚不到钱吃不上饭，不就得等答吗？杜甫能动，这不废话吗？不能动怎么行万里路，跑成都见草堂呢？全是信球，不但骂人，还将骂人的话写成艺术品挂起来，果然是文化人啊！诚信是金，那叫诚信是金。一旁的邱泽激动地来到被张小兰误读的字符前，一个一个纠正。这叫勤能补拙，那个叫急转会院，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努力，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什么也不懂，文盲一个。张小兰涨红了脸，得亏没继续读，下一个她差点就念出来。走走走，别打扰我创作，赶紧走。可是张小兰还想争取，却被邱泽一伸手推了个踉跄。本来憋笑的孟星君脸色微变，立刻扶住张小兰，黑着脸对邱泽说：“你是文化人，你文化人对女人动手，走了，这家不成下一家，瞧把他嘚瑟的，咱不受这委屈。”于是他不顾张小兰愿意不愿意，直接将人拽走。你干什么？咱正题都还没说呢。你傻吗？那种书呆子，如果是真正的主持人，我孟星君就是秦始皇。那也不能啥也不争取就跑出来。做生意哪有不受委屈的？本来就怪你，明知道我不懂，干嘛引我看毛笔字？那我也不知道你会念出来啊。张小兰她不但生自己的气，还生孟星君的气，从跟他出来就吊儿郎当。他是觉着在秀水村站住脚了怎么地？觉着自己非他这个保镖请不起外人了怎么地？一点都认不清自己位置，再这样多少生意都得被他搞黄。愣了一会儿，突然开始掉泪。我是没文化，谁不想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呢？谁愿意风里来雨里去，累嘎累活挣钱呢？可我不出来挣钱，我妹妹就得失学。就说你，如果不是家里出事，你这个年纪都要考大学了，何苦跟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丫头出来受人不待见？不都是没办法吗？挣钱吗？受点委屈不正常吗？你这么一拽，什么都没了。我就想挣个钱，就那么难吗？连你也瞧不起我。张小兰哭的那叫一个委屈，孟星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哄，他没经验啊。我没瞧不起你啊，我就是觉着，别哭了，要不我回去求他。不用了，明天我自己来，你不用跟着。说完转身离开，背影萧瑟又悲凉，看得孟星君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转过身的张小兰脸上的委屈瞬间消散。小样，治不了别人还治不了你。被孟星君弄这么大一乌龙，也让张小兰意识到自己确实也该提高文化素养。连着几天，张小兰啥也没干，就钻图书馆和文玩街。她每次都完美避开孟星君，就不让他跟着。终于这一天，她受不了了，一晚上没睡，就堵在张小兰门口，等人一出来，她就对天发誓：我拿你工资呢，必须保证你安全，否则没脸回去面对大姨和大爷。就让我跟着吧，谁在吊儿郎当，天打雷劈。张小兰认真的看他半天，才勉为其难开口。行吧，给你一次机会。孟星君松口气，两人再次来到那一家批发商行。孟星君嘴唇动了动，硬是忍住了想说的话。你是不是想说那人不是主事的？为啥我还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说完昂首挺胸走了进去。邱老板，又见面了。孟星君昂首挺胸站在其身后，衬得张小兰气势一下高出2.8米。邱泽眼皮都没抬，继续埋头创作。不过机敏的张小兰发现，那天被他念错的作品全都撤走了。邱老师，我今天专程给您道歉来了。邱老师，我文化水平低，见识浅薄，举止粗鄙，昨天让您见笑了。可我当时是因为您作品过于惊艳，看到您的字就觉着有个词怎么形容来着？那笔画像龙一个潇洒。笔走龙蛇。对，就是这个词。读书人说话就是文雅，当时看您的字，感觉笔走龙蛇，特别消酒，没忍住就脱口而出，结果出丑，还惹得老师您不高兴，实在不好意思。邱泽的表情看张小兰的眼神变了，虽然这姑娘没文化，不懂书法，但贵在一个实诚，这种品行在日渐浮躁的社会不多见了。这时候，张小兰又从包里掏出一方机械石。
邱老师，这是赔不是的礼物，我也不懂，就挑着最好看的给诗。您平时刻个章子啥的，书法家都爱这个吗？邱泽终于放下手中毛笔，掂起石头把玩。这姑娘没文化，审美倒是在线，还别说这石头手感挺细腻的。张小兰又从包里掏出2件头饰。邱老师，您别误会，我就是想着您这么品味高雅、超凡脱俗、大气尊贵的人，爱人一定也气质如兰、秀雅绝俗。这2件头饰是送给您爱人的。邱泽接过2件头饰，开口问道：“这就是您想推销的东西？”不推销了，您犹如天上的仙人，超凡脱俗，我怎么能用尘世间的阿堵物玷污您的人格？这只是小小礼物。他话锋一转，神情落寞。如果我也能像邱老师这般无忧无虑好了。哎，我一个女孩子，读书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生活所迫。邱老师，不打扰您了，我还要去批发市场，这些东西关系着我回去有没有饭吃。说完，张小兰就懊恼地红了脸，打了打自己嘴巴，再次不好意思起来。我总改不了脱口而出的毛病，邱老师，再见。说完就转身，慢慢朝外走，背影苍凉。孟星君侧目，这一招总感觉有点熟悉。等一下！邱泽于心不忍，张小兰在他心里的印象，已经一个没文化的粗鄙小生意人，转变成有点审美水平的小商人，最后定格为因深受重男轻女之苦，被迫辍学的可怜姑娘。张小兰心中一喜，转过身的时候，脸上却挂着忐忑不安。邱老师，怎么了？是我哪里又做的不对？头饰带了多少件？不多，就500件，花样各不相同。拿来我看看。邱泽挑挑拣拣，剔除了一半看着俗气的，指着另一半说道：1周后每件2000件。哦，真的吗？邱老师，是真的吗？您不计较我之前的冒犯吗？没想到您不但有才华，肚子也大，能撑船。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有时间读读书。张小兰连连点头，虚心受教，受宠若惊。又是一连串彩虹屁吹过去，邱泽表情很受用。比我还能演。冷不丁，邱泽一指孟星君，他干嘛的？我哥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你不用搭理他。张小兰顺口胡诌，邱泽看孟星君的表情很鄙视。还是哥哥们，让妹妹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四处推销，你就当木头桩子看着，一点眼色没有。出去叫招待员进来起草合同啊！等到签完合同，张小兰并不着急走。邱老师，昨天你那几幅作品怎么没有了？不要误会，我是觉着那么好的作品不该收起。如果您不介意，能送我1幅字吗？就那个诚信是金，我裱起来挂在公司墙上，时刻提醒自己做任何事都要诚信为本。哈哈哈，还是第一次有人朝我求字呢，多好的姑娘啊！不但身体力行的执行成这个字，还要在思想上不放松警惕。那一张旧了，我给你写副新的。等到张小兰收好字画，邱泽催着招待员给张小兰付定金。这一共1000块钱，2周后交货。如果销路不好，不但货要原路退回去，定金也要返还。不过你放心，我看上的肯定好卖。你最好注册个品牌，走终端路线，价格能卖上去。邱老师，您对商业竟然也有独到见解。张老板，这次老板给你开绿灯，下次来一定将联系电话带来。签合同要写上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张小兰门市没按电话，也没有 BB 机，就很尴尬。下次来送货一定会有。等出了门，孟星君就追问张小兰：“你那个公章怎么回事？别告诉我是你自己刻的。”他爹偷税漏税，给孟星君上了很好的一堂课，遵纪守法保平安。怎么可能？我又不是法外狂徒，你以为我在城里只是守着门市卖衣服吗？从拿到大姐做的头饰，我就开始着手准备，营业执照就在门市里放着呢，不信你去看。公司几个人？2个，你和我，我老板，你员工。感情是个皮包公司，你怎么知道拍马屁？那个姓邱的就会上当吗？孟星君同志，纠正你一个错误，那不叫马屁，那叫商业恭维，也不叫上当，那叫合作共赢。谈判是一门学问，看你虚心好学，又是我第1个员工，我就不吝啬教教你。那天出门往批发市场那些熟悉的大姨群里一扎，就打听出了最大批发商家里的事儿。邱泽喜欢书法，写的作品却不被学院派接受，备受嘲讽。我一质朴农村小姑娘，表现出一点崇拜，就能满足了邱泽大大的虚荣心。其次，一进办公室，我就发现昨天被我误读的几幅作品不见踪影，说明此人自大的背后藏着深深的自卑，连我这个没文化的人随便的评论都能影响到他。你瞧，简单的谈判是不是隐含着大大的学问？那你装柔弱，就跟那天忽悠我一样，也是学问喽。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孟星君冷冷一笑，果然同情心泛滥，容易上当受骗。不过这妮子确实有点干生意的天分在身上。
等回到县城，孟星君就提出把家里的 BB 机便宜卖给张小兰，两人一拍即合。等拿到 BB 机准备回去的时候，BBQ 了，一群债主堵门口了。星君，你终于冒头了，父债子偿，你爹一跑了之，你也没个影子。今天不是有人看见你，我们还不知道去哪找呢。对，今天不能让你再跑了，啥时候将欠我们的工资还了？有钱谈恋爱，没钱还工资，真是地主的狗崽子。张小兰不乐意听了，讨债归讨债，别牵连无辜啊！我跟他也是债务关系。哦，众人一听信了，孟家债主太多。姑娘，既然你也是债主，站我们这边来。这小子打人可疼着哩。大叔，你真是好人，我还不知道他敢打人呢。他欠我钱少，你们先来，我等以后吧。说完，他一个箭步窜到院外。孟星君说不失望是假的，好歹一个战壕里战斗过，但他的家事确实跟张小兰没关系。家都搬空了，厂子也被公家封了，要钱没有，烂命一条，谁要拿去？你这不是无赖吗？当初你爹答应我们每月每人开120的工资，这才从厂里出来跟他干，结果将我坑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哥哥张住嘴等我们养活，咱也不是无理取闹，不要你多，就要该得的2个月工钱。小子，做人不能昧良心，你不能学你爹呀。叔，你如果心里不舒坦，揍我一顿吧。孟星君无动于衷，往地上一蹲，爱谁谁，要钱他是真没有，自己都跟别人混吃混喝呢。让开，让开！就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群混混进了胡同，见人就推。孟星君回来了，你爹的第6个拼到的账户，花钱要你第3条腿。孟星君父亲留下的不止钱上的债务，还有风流债。大部分女的骂一声渣男后，该咋过就咋过了。但有些人花钱赌混混，见孟星君一次揍一次，打不过老子，还动不了小子吗？孟星君缩头乌龟，最近你躲哪去了？不会跟他爹一样躲风流债了吧？孟星君就当听不见，蹲在院里看地上蚂蚁，好像外界的一切与他无关。倒是堵门的那些职工受不了了。你们干嘛的？讨债就好好讨，说话忒难听。星君这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品行跟他爹完全两样。就是他爹是他爹，他是他。你们算老几？有本事出来溜溜！孟星君见事情闹起来，终于站起身。叔，感谢你们维护，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们都回去吧，别伤着。一帮混混呼啦啦全涌进院子。住手！双手抱头，都蹲下。孟星君，我带人来救你了。此时天空闪张有良右眼皮猛跳一下后，再也止不住。媳妇，我眼皮总跳。左眼跳财，咱要发财。是右眼。叶之花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张纸，撕下一小块，吐口唾沫，然后往张有良右眼皮上一贴，粘住了。这玩意就是封建迷信，慌啥？得亏咱回来的早，前脚到家后脚下雨，明天不知道能不能停。不停更好，在家歇1天，而且地里正是需要雨水的时候。不知道星君啥时候回来。就在两人说着话的时候，李忠贞和马奔一左一右扶着孟星君进来了。大姐大哥，我们又来了。星君，这是怎么了？爹，好疼啊！你们怎么又凑一块了？还有星君，这是咋回事？张小兰嘴快，叭叭叭就将怎么被人堵门，怎么挨揍，怎么进派出所，李忠贞和马奔又是怎么将他俩保出来的经过说了一通，听得叶之花和张有良心惊肉跳。兰妮儿，你没事吧？没事，挨揍的是孟星君。孩呀，城里人太坏，你就安心在村里待着，咱爷俩作伴，多好的机会，一定要送温暖，感动他，让他心甘情愿留下当上门女婿。爹，这里就是我温暖的港湾，您就像我亲爹啊，不，我亲爹是个渣，他不配跟你比。从此后，您是我唯一的爹。装，你就装，爹，你别慌，先听我说完，再考虑认不认儿子。于是张小兰叭叭叭又将孟父欠职工工资的事儿说了一遍。当初孟星君父亲许诺人家每人每月85块钱的工资，福利另算，如今人家福利不要，就要基本工资。我算了算，36口人，2个月工资，一共得赔出去6120块钱。爹，你这个儿子认得贵呀。孟星君见此难为情地垂下了头。张小兰此刻又补话了：我刚在派出所给那些人说了，他们的工资我想法补。什么？你6000呀！张有良差点跳起来，他还真敢阴。这么一瞧，和叶之花真是娘俩呀！不该仗义的时候瞎仗义，但叶之花却很镇定。你手里有那么多钱吗？没有，所以娘，您能借我点钱吗？大姨、大叔，你们不要听小兰的，我的债我自己扛。切，用什么扛？用你不禁揍的脑袋瓜吗？叶之花看看张小兰，见她一脸认真，是真的要扛这事。叶之花叹口气，起身走到里间，没一会儿就抱着个铁制饼干盒出来，
她要肯定闺女的决定，给予最强大的支持。人家就指着工资过活，一家老小等着老爷们拿钱回家，咱拖欠一天，人家老人和孩子就多难挨一天。这里有4000多，你都拿去。张有良一看，心疼的直抽抽。我的血汗钱啊！就算孟星君以身相许，这女婿也太贵了。张小兰算了算，4000加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1000，还有1000缺口呢。大姐，人家给了1000定金，要不借给我先用一用吧？滚，你拿去尽管用。大姐的定金不能拿，回头请人做头饰，工资怎么开？余下的1000我自己想办法。你们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不能什么也不做。那你啥时候能凑齐？你一时半会能想到什么办法？少了1000，谁的工资给，谁的不给，到时候又是个麻烦。我卖房子。虽然房子是妈妈心血，有着她对母亲的回忆，她最困难，饭都吃不起的时候，也没动过房子主意。可如今，毫不相关的张家都挺身而出，她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那房子你留着娶媳妇吧，真赖我们家呀！几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李忠真咳嗽一声。各位，我能开口了吗？那你说，你有啥主意？大姨，我和马奔来你家，不光是送人的，还是送奖金的。啥奖金？你协助帮我们破案的奖金，钱不多，400。哇！那余下的600，我找赵燕借，反正他留着钱，也会被他妈坑走给他嫂子花。为难孟星君1年的债，突然就没了。孟星君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激动，挨个鞠躬过去。谢谢，谢谢。孟星君，你怕不是有什么误会？这钱是借你的，你得还。回头把欠条给我签了，李队和马队2名属同志做证人，不怕你赖账，欠款从你工资里扣。以后你就给我白干活，牛马知道吗？你以后就是我牛马。牛马就牛马，跟谁干不是干？太贵了，太贵了，没爱了。1989年，农村妇女手都很巧，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的，小小头饰不在话下。张家大房的2个闺女，此刻就在院里将做头饰的事儿说了。手巧的做花样，1件1分5；手笨的负责粘一块，1件1分，按件计工资。但是每个人每天要保证最低做50件，上不封顶，越多越好。我在家看孩子，1分钱不挣，要个钱可难了。你这个活好，不用出门还能挣钱。小兰、小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们哩，这个活必须让我多领点。他俩小时候谁没抱过？你这算什么情面？兰儿，还是咱娘俩在村口谈天说地的情谊更深，对不对？你俩别显摆了，论感情还得看我们本家，实在亲切。一旁的叶之花看俩孩子被团团围住，俩孩子也都是年轻脸皮薄，不知道怎么拒绝。于是叶之花一拍桌子：“都闭嘴！有良媳妇儿，你有啥话说呀？你们要晓得，这个家我做主。都知道，都知道。头饰用的料子都贵着呢，不是你们能随便领的。想领活，先交10块钱押金。刚才领走的那几个就没交押金，一会儿我就过去收，没钱就砸锅。你们愿意让我去家里砸锅，还是交押金？每人先按最低的50件领，做完以后送过来，检验合格，再看看自己今天还能完成多少，按能力领活。如果不合格，件数太多，不但要赔偿料钱，以后也不用再领我家的活了。暂时就这些，你们同意就去小兰那登记，去小娟那领东西，不同意及早散伙。叶之花出马，谁敢赖账，秩序一下便好。等到众人散去，一家人干着活的时候，小姑子张素梅领着闺女过来了。娘大哥大嫂，声音一响，张老太脸色就变了，偷偷看叶之花脸色。叶之花手里短暂停了一下，就继续埋头干活。小姑子人其实不错，只要不惹她3个闺女，她其实能忍对方碎嘴子。你咋来了？这我娘家，我咋不能来？嫂子，听说2侄女出息了，接了做头饰的活，还分给村里人。你看你外甥女在家闲着，也给她领点，有钱不能都让外人赚，对不对？小姑子，小丽初2了吧？开了学就是初3，正是关键的时候，干啥活呀？不如提前预习初3的课本。嫂子，丫头片子上啥？浪费钱。暑假过后我不让她继续读了。你看小兰和小娟多出息，都当老板给人派活。叶之花不爱听这话，再看谢丽都要哭出来了。丽丽，你想读书，还是出去找活，早早进入社会？我想读书。孩子成绩不错，自己也想读书，你当娘的怎么忍心断了孩子的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要嫁人？花钱读书的时候在娘家，该挣钱了，去了婆家，不是赔钱或是啥？再说我也不是让她挣钱供弟弟，她自己挣的钱还是她自己的，
将来嫁人全带走。小姑，你傻呀，读书挣钱。哼，你就坑你姑吧。谁坑你了？我妹中考状元，你晓得吧？学校奖给我妹300块钱，县里也奖了600。小姑，1学期学费才50，我妹不但挣了3年的学费，连生活费都有剩。你说挣不挣钱？真假？不过小杰是状元，一个县有几个状元啊？可是咱镇中今年为了督促学习，设了奖学金制度，只要考年级前3都有钱领，地理成绩好像在年级前10吧。努力努力，前3不是梦。哦，你说的真的啊？那奖学金多少？具体多少不清楚，反正够学杂费和生活费了。所以读书好了，非但不花钱，还挣钱。你瞧着我这边看着挣钱，那都是一件一件踩出来的，有时候还得熬夜，眼睛都要瞎了。还是人家读书人挣钱容易，还多。可不是，读好了，大学直接包分配，最差也在县里机关单位，咱家立马出个吃皇粮的，说出去你脸上没光，到时候找女婿也是往条件好里找，你自己想想吧。确实，不上学找对象只能在村里找，读书出来就不一样了，找个城里对象，以后儿子也有更好的帮衬。那先领1个月的，暑假过后还让他上。要领你自己领，孩子也不跟你回去了，就在这住下，好好复习功课，省得被你耽误。谢丽眼泪没控制住，赶紧转身匆匆抹了一下眼睛。张素梅不同意，还想着谢丽回家多少能帮家里干点活，可是叶之花一副你不同意就扔你上树的表情，张素梅不敢说不。行吧，那我领50件，能挣多少挣多少。小姑，先来我这里交10块钱押金。什么？我是你亲姑，还要押金啊？我定的规矩，你听不听？张素梅不情不愿交了押金，领了材料直接就跑了。出了村越想越气，嘴里骂骂咧咧，光顾着骂人，加上下雨，张素梅一个没注意，就跌到旱沟里了。大哥大嫂出事了，赶紧的，旱沟小杰。叶之花本来不耐烦，听到小杰2个字，立马起身朝外冲。张小兰第2个反应过来，素梅，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路上不是滑吗？我走路不小心跌进沟里，结果发现里面还躺着个人，仔细一瞅，是咱小杰。娘咧，吓死人了！小杰当时啥情况？闭着眼。受伤没有？没吧？啊不，我爬上来回头看一眼，腿上好像红红的。张老太一巴掌拍过去。那你一个人跑，不知道先将人捞上来呀！当时雨那么大，我哪里顾得上？我自己都在沟里呢。张素梅觉得自己委屈极了，而另一边的叶之花一路狂奔到村口，沿着路边的枣沟一寸一寸的跑。小杰，妮儿啊，你出个声！因为过于焦急，在容易路滑的那个地段，他也捧进沟里。一圈破铁丝直接穿破叶之花的手掌，但他顾不上疼，因为张小杰就躺在铁丝旁边，铁丝一头扎在张小杰小腿肚上，静静地看着他。妮儿，叶之花吓坏了。从前村里来过医学科普队，说是被生锈的铁钉、铁丝划伤，一定要及时打破伤风，否则会引起伤口感染，情况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叶之花想也没想，徒手抓住铁丝，用力一拔。这时张小兰和孟星君也赶了过来，一上去，张小兰就吓得直掉泪。别哭，不会有事的，有我在，你们都会好好的。娘现在就带妹妹去镇卫生室打破伤风。小妹，你醒了。二姐，我在门市上听说你被带去派出所，有点担心，二姐，对不起，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你没事就好，我没啥，就是淋淋雨，咱娘可受老罪了。小杰，就算咱娘从前不咋地，可今天这事，她没亏你，顾不上自己受伤，娘俩哪有记一辈子的仇？你就算心里有疙瘩，好歹大面上过去。刚才我看咱爹都要呼你了，一家人何必呢？张小杰低着头没说话，其实他可以自己爬上去的，但是当张素梅大喊着嫂子跑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张小杰突然不想动了，他就安静地躺在沟里，看着天上稀里哗啦的雨，等着家里人来。会是谁呢？第一个跑来的会是谁？其实他心里隐隐约约盼着一个答案，当答案符合他预期，张小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索性假装晕过去，逃开这一切。他心里现在既愧疚又不安，他辗转反侧，一晚上没合眼，等快天亮的时候，他才意识有些迷糊，再睁开眼，已经10点多。姐，醒了，吃饭。丽丽，你怎么在这？镜子留我住的。他将昨天差点上不了学，被叶之花强行留下的事儿说了一遍。娘难道真的变了？姐，回头你复习资料能借我呢，我也想考中考状元。都在那呢，你随便翻，但只有一条，不许借给张大成。明白了，姐。他也不喜欢张大成，总觉着对方高高在上，小时候还爱欺负他和张小杰。叶之花手受伤了，于是就请妹妹叶英秀帮忙摆摊。
自己在家休息了几天，也能在家陪陪小闺女。还别说，感觉张小娟对自己的态度都变好了。等到她重新支摊上妹妹家的时候，屋里却传来叶英秀的哭声。你要不来凉皮摊子，直接恶嘎！他叶之花好歹能回家种地收粮食，早知道娶你这么倒霉，当初我就不让建国娶你了。不说帮衬，起码不拖咱后腿。说实话了，对不对？从嫁进来你就挑三拣四，天天想办法奴役我。我为了家庭不跟你计较，你还得寸进尺了。你找去吧，老娘不跟你家过了。有本事你出了这个门就别回来。我倒是看看快40的人，嫁过人生过娃，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怎么活下去？你不是嫌摆你姐俩关系好吗？关键时刻你姐咋不要你？听到这里，叶之花就闯了进去。英秀，跟我回家。爹娘虽然没了，可是你有姐有弟弟，只要你愿意，姐家就是你家，没工作怕什么？跟着姐卖凉皮，或者姐教你摊煎饼，有手有脚，还能被恶嘎不成？大姐。对于妹妹家的事情，叶之花心里隐隐觉得不妥，追问之下才知道，烫婶把事情闹到保卫科陶仁显那里，于是陶仁显举报厂里有人偷麻袋，就这样事情就牵连到叶英秀老公钱建国，厂长生气之下全都要开除掉。等到安顿好叶英秀，叶之花就提着礼找到了钟朝阳。大姨，你来干啥？走后门呐。大姨，我知道你为啥来，钱建国是你妹夫，对吧？这不是没办法，也不认识其他领导干部吗？可是大姨，你找我爹没用，他自诩两袖清风，要做海瑞，你提着礼走后门，怕是适得其反。大姨，这事你别出头，也别让英秀一露面，交给我，我想办法给你办。不过呢，你得实话告诉我，孟星君是不是藏在你那？这才是钟朝阳的目的，他不盯梢了，打直球，直接问。叶之花被问愣了，瞪着迷糊的大眼睛问：孟星君到底是谁？大姨，你不实在，我不帮你了。啥意思？你这人咋这样？不想帮就别说话，搞个孟星君出来当理由，你才不实在呢。小伙子年纪轻轻就知道坑老家人玩，算我白认识你了。哼！不对啊，不该是我挟制对方吗？怎么掉个了？钟朝阳本就想不搭理，只怪自己心太软。大姨，你回家等消息，然后仔细想想，为一个外人值不值？叶之花听见，头也没回。孟星君既然入了他家，那就是有缘分，是自家人。他早就改过自新，才不会出卖自家人。此路不通，我想别的办法。以后你别来吃我家凉皮。等回到堂屋饭桌，发现钟父钟母在聊陶仁显。陶仁显真是讨人嫌，你说谁家不拿麻袋，就显着他了，好像他以前不拿似的。不管举报的是好人坏人，拿厂里东西就是不对。最近厂里风气是该好好整顿。对，没错，确实该整顿。爸，反正我觉着偷麻袋的就该开除。别看现在只是偷麻袋，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学陶仁显倒卖厂里物资被抓住的小偷？虽然都是跟陶仁显不对付的，可行为性子很恶劣。万一再出个陶仁显呢？当然，陶仁显可能想改过，将功赎罪，怕厂里扯住他隐藏起来的事儿，故意扯几个小偷出来混淆视听。但小偷小摸就不是错吗？开除吧。钟朝阳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钟父的脸变幻莫测。等他说完，钟父就问：你说陶仁显倒卖厂里物资怎么回事？那不重要，都是以前他当保卫科科长的事儿了。说到这里，钟朝阳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不是不务正业吗？半夜出去晃悠，碰见几次，他被撸下来后还带着保卫科干呢。否则你以为保卫科为啥还听他指挥？都有利益在里面呢。说不定那些被抓的小偷都曾经是目击证人，被他趁机打击报复。查出来他那么多次，竟然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于是钟府饭也不吃了，就去前排厂长家商量事，爆出陶仁显这个蛀虫，那些职工兄弟的错就变得小很多，受处分是肯定的，开除倒不至于了。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叶之花并不晓得钟朝阳嘴闲体正直，带着满腹心事回到家，本以为一家人等他吃饭，结果却看到满院子的人。干什么呢？这是叶之花竟然还看到了方巧云，方巧云竟然还冲他笑，稀奇稀奇，真稀奇。大嫂，你还不知道吧？小兰的服装门市倒闭了。不至于赔本到关门呢，看着兰妮儿比我卖凉皮还挣钱呢。这是裤裙，穿上凉快又方便，不贵，我进价给你，店里卖50，我20块钱给你。20呢？我得做多少手工活？唉，张小兰叹口气，这还都是她在城里摆摊降价处理后还剩了一些。城里人嫌不好看，村里人嫌贵，难道要砸手里？
小兰，咱农村人谁穿这花花绿绿的样子货，你就不是干生意的料。看吧，关门了吧，赔本了吧。要我说，干生意就不是你一个丫头片子能沾手的。你有那脑子吗？老张家往上数8代也没有一个发财的人。方巧云可算扬眉吐气了。有那个心，你没那个命啊！折腾2年没折腾出名堂，心野了，名声坏了，嫁都不好嫁，在家恪尽的哭吧。张小兰翻个白眼，没搭理。虽然跟二房决裂，可方巧云占着二婶的名，是长辈。方巧云见状更得意，还想要讽刺2句。叶之花一把领住他耳朵。方巧云，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想上天看看，对吧？我没说错呀，二妮就是赔本关门，还不让人说了。谁说赔本了？谁说关门了？我们这叫产业升级。一枝花贸易有限公司，啥意思？我们开公司了，门市太小，装不下我们张经理了。夸是真的在夸，就是听着不对劲。以后我们公司主打服装头饰设计、生产、出售，说朴实点，这家公司就是开在咱村里的公司，大家接手工活更有保障，更长久。这是带全村一起发家致富。小兰大小看着就是好孩子，莫忘了乡里乡亲呢。方巧云也傻了，说好的赔本关门呢？咋地还鸟枪换大炮？走你！一旁的叶之花趁他犯迷糊，一句走你，直接把方巧云扔了出去。速战速决之后，他将院里其他人也撵走了。到底咋回事？我可不信产业升级这种糊弄外人的话。张小兰就是搂钱的大王，门市正挣钱的时候，怎么可能舍得关门？门市是赵燕租的，她家里逼着她嫁人，赵燕不同意，于是赵燕妈背着赵燕直接找到房东，以家里人的名义退租，退的房租钱他妈攥到手里，还想要赵燕挣的那份钱。赵燕气得要离家出走，被他妈锁屋里了。如今想干生意的人多，人家房东很快找到下家租了出去。没办法，我将货大甩卖处理，还剩一些缺码的带回来，剩的不多，退给厂家不够来回路费的，就想着回村里看看能不能推销出去。咋当妈的呀？孩子自己找个挣钱的路也不行？可不是，说的那个相亲对象还是赵燕嫂子领导的孩子，人丑没文化，这是拿着赵燕巴结领导呢。唉，天下总有自私的父母，他以前也是，没啥资格说人家。这牌子又是咋回事？啥时候成立的公司？本来做好牌子要挂门市上的，结果门市没了，只能带家来，还有电话，在邮政局已经填表排好队了，这下子去哪里按？按咱自己家。此话一出，张有良第一个不同意。咱村里都还没通电呢，你按个电话能用吗？浪费钱，而且电话费那么贵，乡里乡亲都是亲戚，你好意思不让谁用？你好意思收人电话费？那咋整？现在租房子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二姐，一中东边临街的一个院子对外出租呢。来来来，我们到一边细说。第二天，叶英秀跟着叶之花去摆摊了。张小兰姐妹看完房子找了过来。娘，我跟你谈笔生意，我和小妹看房子，人家不单租，要整院出租，又不想麻烦，只想要一个租户。院子是3间正屋，东西各有2间，其中东面临街挨着县一中。我一个只有2人的公司，其实要1间屋子就行，找别人也不放心，不如咱俩合伙租过来。我要那么大院子干什么？有钱没地花呀。娘，昨天小姨家的事儿我都打听出来了。你可真是个包打听。小姨没工作，受婆家欺侮，2儿子也不贴心，你肯定不忍心。可是凉皮摊子挣的钱1分为2，你是不是挣的少了？娘，是时候提升产业了。我一卖凉皮的，能提升什么产业？开凉皮连锁店。娘，你咋不开窍呢？凉皮做到底也是个小买卖，你做饭那么好吃，挨着一中，你开食堂啊？叶之花心里一惊，她想起上辈子开遍全县的中式快餐店，那家伙老挣钱了，尤其挨着学校门口，简直跟捡钱没两样。你就说房租多少钱吧，1年500，娘你用的房间多，给360就成。啥院子这么贵？金子垒的呀？兰妮儿，该不是1年就360块钱？你耍心眼，让我全掏吧。娘，我这不是手头紧吗？叶之花无语了，这孩子真跟他玩心眼。你挣的钱呢？确实收到尾款了，但是头饰卖不上价，靠的是走量，第一批量少，到手的钱不多，先还赵燕600块钱，又付了按电话的费用，我真没了。你这一天天忙来忙去，感情还是个穷光蛋。娘，这不是事业刚起步，等我再挣了钱，也给你买个 BB 机。我要那玩意干啥？你不是要在租房里按电话，让我免费用就行？他挣钱为啥？不就是为了孩子？叶之花反而喜欢张小兰这种主动伸手要钱的，
说明信任亲密，不像张小娟和张小杰，给钱都不要，客客气气，怪见外。大姨，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听哪个？好消息是钱建国不用开除，坏消息是他留厂查看，工资降2级，对吧？你咋知道？你们厂门口都贴出来了。不过感谢你帮忙，以后来吃凉皮不用付钱。他要的不是这个，他就想知道孟星君在不在叶之花那，可叶之花根本不搭理他这个茬。英秀，不用开除了，你回你家吗？不回去。大姐，我跟着你挣钱。英秀，我现在有新的事业版图了，这个凉皮摊回头你帮我照看着。大姐，我不想要你凉皮摊，你别听我婆婆胡说八道。谁说白给你？如果还从我这拿凉皮和辣椒油，我按批发价给你算。如果自己做，我这个摊位花多少钱做的，就多少钱卖给你，你看着选。叶之花肯定不白给，亲姐妹也要算明账，白给成了习惯，将来都是麻烦。大姐，你让我好好想想。妈，叶英秀的大儿子钱浩又来了。昨天下辅导班回家，奶奶气走了，妈也走了，爷3度不会做饭，差点将厨房烧了。妈，我不想吃下成糊糊的面条了，你回来吧。一旁的叶英秀低头不说话。妈，我爸没被开除，但工资降2级，咱家生活水平下降，你也不想看着我爸浪费粮食吧？叶英秀还是不说话。叶之花冷眼看着妹妹垂着头，双手颤抖，明显在做心理斗争。自己孩子哪个当娘的舍得，也不舍得跟孩子说重话。钱浩，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大姨，您说。你求你妈回家，话里话外都是你爷3吃不上饭，你妈妈是你钱家的保姆，老妈子吗？钱浩愣住，好半天他才支支吾吾。我妈妈不是老妈子，可是家里一直她做饭，我们都不会呀。不会就学呀。难道你妈妈一出生就会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吗？她没结婚的时候连锅都不会烧，嫁了人还不是一点一点学起来？难道你们就是笨蛋吗？大姨，我妈不工作呀，我和弟弟要上学，我爸上班也很辛苦，我妈妈不做饭干家务，她能干什么？叶英秀咬着嘴唇，强忍住眼泪，这就是儿子对她的看法。所以现在你妈妈跟着我干生意，学赚钱，她也挣钱了，也忙活起来，没空给你们做饭。可是什么？她没工作，你们嫌弃她，她有自己挣钱门路了，你们却要折断她翅膀绑回家去，过一段时间又拿没工作奚落她吗？你们这种做法不矛盾吗？钱浩，这是你妈妈，不是你钱家的保姆，就算是保姆，没日没夜照顾你们家10几年，你们给她工资了吗？看到她的劳动成果了吗？她年纪太小，还没有形成坚强的理论武装自己，根本无法应对叶之花的质问。就着你刚才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那就是你说你奶奶被气走，那你将来有了媳妇，你媳妇和你妈合不来，你怎么处理呢？钱浩年纪还小，想着平时钱建国的作为，于是有模有样的说起来了。我不会让我妈受委屈的，我妈养我不容易，我媳妇肯定要孝顺我妈呀，我也不能让我妈受委屈。你妈又没养过你媳妇，你没娶媳妇之前难道就不孝顺了？非要等你媳妇进门，摁着她头让她孝顺，你人呢？人家嫁给你是为了你这个人，为了你忍着另一个没血缘关系的女人，你凭啥给人家委屈？当然，我就是这么一说，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我要说的是，非要委屈一方才可以吗？为什么不两头哄？再看钱浩，表情一会迷糊，一会惊讶，脑子像被门卡住一样转不过来。他还是个初中生，这么复杂的问题根本不是他要考虑的好吗？可是隐隐约约又觉着大姨说的对，凭啥非要一方受委屈呢？钱浩偷偷瞥一眼叶英秀，叶英秀已经泪流满面，表情更是像多年冤屈终于有人看到一样。钱浩心里大受震撼。孩子，你妈为了你兄弟俩忍下多少委屈，她难道不想回去吗？而且你爸人呢？他为什么不来？夫妻关系就该夫妻两口子互相维系，他以前推给他妈，想再推给你一个毛孩子，还想当甩手掌柜不成？这就是叶之花最不满意的地方。孩子小不懂事可以慢慢教。钱建国呢，以前觉着他老实憨厚可靠，如今看来老实憨厚不一定可靠。你回去吧，将我刚才说的每字每句都学给他听，等他想明白，我不会拦着你家团圆。钱浩看向叶英秀，叶英秀狠心扭过头扑在张小兰怀里，哭的肩膀抖个不停，看来他也是认为大姨说的对钱浩突然很惭愧。我去说，妈，对不起。叶之花赶紧将钱浩劝走，转身正要哄叶英秀，就见张小杰呆呆望着自己。怎么了？娘脸上有花？何止有花，简直灿烂放光芒。也许二姐说的对，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事，上辈子就让他尝过眼云烟吧。
他迟疑片刻，顶着二姐火热的目光和叶之花的凝视，硬着头皮开口：“要不要现在去看房？院子不错，我也可以住过去，省下住宿费和伙食费。”早说这话，我还费那么大劲说服咱娘。你轻点，瞧把你妹妹吓的。哼，有了妹妹，你是不是又不疼我了？胡说八道，你们都是我女儿，都疼。小闺女也在慢慢接受他理，她也没心情做凉皮了，打着锻炼叶英秀的理由，将摊位全交给对方，准备去看房。一旁的钟朝阳找到机会，凉皮也顾不得吃，便凑了上去。大姨，你们要开食堂啊？我认识几个卖家具的，需要什么尽管说。大姨，食堂开起来，给我打折不？你吃免费，你那几个小跟班打8折。等回到家，叶之花就将开食堂的事情给张有良说了。张有良立刻蹙眉：“乖乖，你这速度，1年360都不回家商量商量就定下了，多少钱能挣够你花？”其实他不愿意跟叶之花分太开，给学生做饭，1天2顿，叶之花忙起来不一定能天天回家，而张有良要照顾土地产出，好好的夫妻突然就两地分居了。那我现在跟你商量，你同意吗？同意，你这个决定很英明。那不就妥了？张有良看着张小兰那一脸疑惑八卦脸，赶忙转移注意力，开玩笑，3个凡事那是绝不可能被那小八卦知道的。星君，你要不要去见见钟朝阳？他老骚扰咱家的人，就为了你。孟星君也晓得，最近钟朝阳为了找他，总是骚扰张家人。我明天去舅家走个亲戚。星君，你到底跑哪去了？你就快急疯了。星君来了，你到我这里提什么东西？孟星君笑笑，没说话。他小时候调皮，又跟钟朝阳年岁相差不大，两人天天干架，特别讨镜子嫌。后来母亲出事，舅舅态度瞬间冷淡，镜子更不用说。孟星君是个自由自在的脾气，哪里会看人冷脸，慢慢就不爱来，以至于家里出事，他想都没想过投靠舅舅，也一直躲着钟朝阳。星君，瞧你受了黑了，在外面没少受苦吧？还行，跟人合伙办了家公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为什么不好好找个正式工作，办公司干个体，不是长久之计？你听你舅的，啥玩意就办公司啊？再说那不稳当，像你爹也个人主意，还不是倒了？人如今都不知道跑哪去。语气里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酸。反正孟星君能办公司，他才不信。咱家就不是那种能发财的人家，你回来让你就给你安排进场，稳稳当当，比啥都好。舅，镜子，报纸上说摸着石头也要过河，可见国家开放的决心，将来商业发展是必须的。我这也算响应国家号召，当然，我肯定不能像我爹违法乱纪，咱要做就做最好。至于工作，朝阳哥，最近你干啥呢？还在街上混吗？说我干嘛？你管得着吗？哥，你也老大不小了，古时候你这个年纪都当爹了，咋还能街上瞎溜达呢？所以说，人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我以前多套，经过家变，吃了点苦，思想觉悟上就比你高点。钟朝阳无语了，早知道孟星君来是这样，我才不四处找呢。钟母也听着刺耳朵，自己孩子自己数落。孟星君什么意思啊？星君，咋听说你爹欠了好多债，那些人四处堵你讨钱呢？镜子，你消息太滞后了，债我已经全还了。你吹牛吧？公司步入正轨，接了几个小单子，虽然挣不了大钱发不了财，但是还债没问题。钟父钟母没办法，虽然不认可办公司的，但孟星君能挣到钱还债也是本事。一对比，更嫌弃街溜子一样吃白食的儿子。看看你弟弟，站着比人家高，躺着比人家长，啥也不是。房子租下，装修简单，菜谱难定，你们帮我想想，到时候卖什么菜式？这是家里头等大事，叶之花把家里人都喊过来，一起商量。不如继续卖凉皮、熟。租那么大房子，只卖凉皮，亏。各种炒菜，说不定以后成为第2个天顺楼。受众主要是附近的学生，而且时间段集中，炒菜是好，就怕耽误出餐时间。大家出一个主意，他否决一个。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小杰开口了：“要不炖菜炖一大锅，出餐快，节约时间。”这个好。叶之花拍手赞同。按张小杰这个想法，他只需要提前炖好一锅菜，等着学生过来，他负责收钱，再找一个打菜的工人就行。至于雇佣谁，那肯定要知根知底。不过这件事不着急，先装修着，慢慢找。还是读书的人脑袋瓜灵活，回头咱家都得多读书，多看报。坚决不能做井底之蛙。于是，一家人就开始为新的事业版图忙起来了。很快，叶之花的炖菜馆开业了。叶英秀来得晚，毕竟还要照顾凉皮摊子。姐，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叶英秀没整虚的，她身后跟着丈夫钱建国和大儿子钱吴，两人共同抬着个大筐，里头全是碗和筷子。
他送礼不讲究那些神神叨叨，主打一个实用。赶紧送后厨，让小兰他们帮忙煮一煮，消消毒，回头菜炖好，正好用。叶之花一说，自有孟星君和钟朝阳接过去，叶英秀惊讶不已。等两人一走，他就小声打听：大姐，钟主任家儿子给你打小工呢，还怪有眼力劲，过来帮忙一天，跟星君别劲儿，比着谁更勤快。别说他俩，你咋样？男人就那样，还能理咋地？知道他娘不靠谱，自然就靠向媳妇呗。说现实，还得是男人。钱浩也懂事不少，也会替我说两句公道话。可见你那天说的，他听进去了。我如今想开了，接手了你的凉皮摊子，自己挣钱自己花，可痛快了。如今我就好好卖凉皮，照顾好自己。儿子将来需要我，我就帮忙；不需要，我过我自己的。至于男人，呸！两人说着说着，叶英秀闻到厨房香味，好香啊！大姐，啥时候开饭啊？等咱弟弟过来，人齐就开饭了。等到一家人热热闹闹吃过饭，人群渐渐散去，喝醉了，叶清闲突然就哭起来了。成年人的崩溃总在一瞬间，关键叶之花不知道叶清闲为什么崩溃。朝阳，麻烦你帮我将他扶回屋吧，酒醒了再走。肯定是在老丈人家受委屈了，就说他那个老丈母娘势利眼，你没看他到那瞧不起人的样，啥温柔啊，都是装的，私底下不知道怎么欺侮咱弟弟。别说了，大姐，咱清闲委屈大了，你瞧他这样，喊徐丽过来，咱说道说道。怎么说道？凶徐丽一顿，去他丈母娘那闹腾一场。人家徐丽从来没嫌过咱家什么，而且对咱弟弟那叫一个无微不至。咱弟是跟徐丽过日子，又不是跟他丈母娘，你去闹，让人家徐丽怎么想？这事我们管，也得等清闲清醒了。行了，你先带着丈夫孩子回去，这事我记着，先看看情况。叶之花头疼，将叶英秀一家打发走了。回转身见张小兰和张有良正坐在柜台后算账。我这里一共206块3毛钱，尼尔够本没有？够，肯定够，赚的还多哩。等学校一开学，学生涌进来，那收入更可观。爹，到时候差不多一天就有500上下的营业额，抛去水电人工等成本，月入1万不是梦。哈哈哈，这就成万元户了。这还种啥地呀？媳妇，回头我不种地，给你打小工，省着钱，土屋变高楼。咱家要成为村里第一个盖2层小楼的人，以后看谁还瞧不起我。没儿子咋地？没儿子老子吃得香喝得辣。得意的张有良偷偷瞥一眼媳妇，发现对方脸色不太好，而且思绪不在店内。媳妇，啥事？张有良猜肯定是小舅子的事儿。清闲酒醒过来就好了，那么大人没事。但愿吧。不过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倒是小杰，明天就开学了，东西都准备好没有？需不需要家里去送你？张小杰摇摇头，表示不需要。倒是一旁的张有良突然一拍桌子：需不需要？你说句话，摇头什么意思？需不需要？你说句话，摇头什么意思？张有良这一拍都把人吓愣住了。前几天喊娘不是喊顺溜了吗？以后你娘在这边开饭馆，你过来吃饭住宿也摆张脸，让她猜你心思啊！你不嫌你娘累，我还疼我媳妇呢。大人问你话，是不是？需不需要？张嘴回答能累嘎你。啥时候见你拉姐这么对过你娘？来，到底需不需要？张开嘴对你娘说，我看看是不是上学上成了哑巴。一旁的叶之花见不像话，赶紧替张小杰解围。发什么酒疯？赶紧收拾，再不回村天都黑了。按从前，叶之花一生气，张有良肯定就扑下驴，但今天张有良借着酒劲，还就想掰一掰张小兰的性子。今天谁劝也不好使，张小杰，你今天不按我说的做，你就是个白眼狼，别跟我姓张。所有人都被张有良惊呆。孟星君见情况不对，悄悄起身，拽着钟朝阳就扔出门。走吧你，有点眼力劲，看什么热闹？这就是孟星君受宠的原因吗？孟星君撵走钟朝阳，并没有回去，而是找了处马路牙子坐下。从他的方向能看到张小兰极力劝阻张有良，但都被张有良推开。爹，你喝多了，回去好好歇歇。行了，小杰这几天表现多好，还主动帮我干活喊娘，你这有点没事长事了。你要求可真低，你生的他不喊你娘，难道追着街上叫花子喊娘？就你打着读书的名义，啥也不让他干，一句重话不敢说，小心翼翼，好像不是他娘，是他丫一样。张小杰，你娘到底哪里对不起你？我冷眼瞧着，你很不领情呢。就算你娘以前糊涂，做过对不起的事儿，但她现在是不是改了？她又不是圣人，还不让犯错了咋地？
人家圣人还说有错就改，善什么大焉？意思就是改了就好。怎么到你这一不错，一辈子都是错，非要你娘八股抽血，跪下给你磕头道歉。这话说的严重，张小杰急忙摇头。爹，我没有。别跟我说，跟你娘说。张小杰慢慢转向叶之花，大姐说娘是她暗淡人生里的一道光，二姐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爹说他改了呀，而自己表面上说接受，其实还是忘不了梦里叶之花卖他的时候，梦里的事儿并没有发生，自己在矫情什么。娘，对不起，对不起。叶之花慌得不知道该如何才好，赶紧扶张小杰。你有啥错？你爹发酒疯，你搭理他干什么？小兰，带你妹妹出去逛街吧，明天就开学，看还缺什么买。张小兰急忙答应一声。小妹，咱逛街去。不用的，我啥也不缺。那个娘，我有话单独跟你说。有啥在这说，干嘛要单独？小杰都道歉了，你还想干嘛？走，咱别理他。说完，他拽着张小杰就去内院。我都是为了谁？爹，娘没怪你，娘其实心里喜欢着呢。谁家老爷们这么疼媳妇啊？说不定回村里，他背着你，偷偷向朱大婶子他们显摆呢。哈哈哈！原来如此，就说村里老爷们为啥瞅我不顺眼，原来都是你娘瞎显摆。我知道你重生了。叶之花刚要坐下的屁股像被火燎一样猛地弹了起来，张小杰紧接着又是一句猛料。我也是。叶之花头晕眼花，两腿发软。那你什么意思啊？为啥突然说出来？我之所以坦白，是认为你会懂我，因为经受过一次剜心之痛，我接受你慢一些，请给我点时间，可以吗？所有人都指责他，张小杰不想让家里人跟着纠结，所以他要同对方坦白。叶之花全身微微颤抖，小杰竟然跟他一样重生了，看到曾经卖掉他的亲娘，小杰心里该多痛多恨，忍得多难受。孩子，娘对不起你。叶之花猛地抱住了张小杰，嚎啕大哭。第二天，张有良看着叶之花忙前忙后要送小杰上学，他愣了。你俩啥时候这么好？他愿意让你送他上学？叶之花被问懵了。昨天你干了啥？不记得了？我干啥了？老头子，以后少喝点吧。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正准备回家的张小杰在校门口看到了同桌苏瑞，正垂头丧气地站着。周末了，你不回家呀？不回，我爸大忙人，只顾忙他生意都不着家，回去干嘛？苏瑞妈妈为了生儿子，40多岁还不放弃，终于一尸两命。刚下葬，爷爷奶奶就催着苏瑞爸爸找对象，苏瑞爸爸坚决不同意，爷爷奶奶就打苏瑞的主意，让他帮忙劝，还说女孩子上什么学，早早嫁人，早生孩子，免得年纪大了有生命危险。苏瑞很烦，只要爸爸不在家，他就坚决不回去。这些事他都告诉了张小杰。那你跟我回老家吧。好啊。大姐，你这衣服好好看啊。好看吗？好看。这衣服我看街上也有卖的，可是仔细看，款式又有点细节不一样。是你二姐开服装店没卖出去的断码，退货不值得。我按自己想法改了改，肯定不如人家卖的款式好。不，大姐，我是立志要上设计学院的，跟着文化馆老师学过素描，你相信我的眼光，你改过的衣服更好看。大姐，您还有改过的吗？咱俩身材差不多，卖给我一套吧。你这我找找吧。上回张小兰带回来的衣服不少，她改过后两人分了分。张小娟在农村没那么机会穿新衣服，还有好多没上过身。她打开床头的黑色桐木箱子，从里面拿出来好几件。你挑挑，喜欢就拿去，别提钱。苏瑞不见外，一件一件挑，还上身试穿，最后挑出2件，哪一个都舍不得，就很纠结。都拿去吧，颜色那么嫩，适合你们小姑娘。可是大姐你也年轻，这件长裙你穿着肯定好。我孩子都有了，哪能穿那么艳？大姐别妄自菲薄，你不穿好看都浪费你的美貌。张小娟被说脸红了。就在这时，张小杰和叶之花走了进来。苏瑞一看到张小杰，就冲他开口：小杰，我发现你们全家都是宝藏，大姐太厉害了，凭着本能随便一改，衣服比店里卖的一下高档起来。大姐你也学设计去吧，走出去多看看，别浪费你的才华。啊，我呀。跟进屋的叶之花眼睛闪了闪，因为她的过失，2个女儿赘学在家，张小娟更是早早步入不幸婚姻，生孩子缠身，这是她内心最深的遗憾。娟儿想干啥就干，有娘呢，别怕，只管往前走。我多大岁数了？孩子都有了。话虽这么说，可是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丝失落，心里还是过不了这道坎啊。
张小兰和孟新军风尘仆仆的回家，张小兰围着叶之花，小嘴巴巴巴，不停地说着这次的收获。邱总的夫人张总是个很有品位的女人，我俩一见如故。她带我见了不少大销售商，帮我拿了好多订单。咱家头饰的活，别看便宜不显眼，但量一大，收入就上去了。这回接的活够村里婶子们做半年了，估计还得往外招人。另外，我大姐帮忙改的衣服，张总看上了，当即给我下了订单，一样式的大小号各来50件，先卖着看，好了就扩大销售。我的娘啊，咱家还没开工，订单就来了，销路就有了。你就说财神爷是不是落咱家了？不过大姐肯定做不过来，我得找咱县里的服装厂代加工。人家大城市的老板能看上我做的衣服，你要自信。人家那个苏瑞是不是也赞美你？你看城里来的都夸你，还不是一个人，那肯定是你优秀。叶之花这话说的张小娟都不好意思了。娘，谁是苏瑞？你妹妹同学，小姑娘挺好。我妹妹交朋友了，长大了，我放心了。娘，你接着说，那个苏瑞怎么夸的我姐？说来都听听。张小娟不好意思，拦着不让说，叶之花非要说，夸你呢，多听听就自信了。不过叶之花说的时候又夸大其词了几分，听得张小娟面红耳赤，都快做不下去了。姐，人家说的没错，你就是有才，还有那什么设计学校，想上就上，我都报名下一年的商学院函授了，学到老活到老吗？张小娟没说话，二妹敢想敢干，那是她能挣钱，设计学校那么贵，还要求美术基础，张小娟手里没钱没底气。叶之花瞧出来了，放心，学费娘给。另外，你可以先跟你二妹出去见见世面，别老躲村里。对的，大姐，明天我去考察服装厂，你也跟着吧。张小娟本身就不是爱拿主意的人，既然娘和二妹都说好，她就答应了。英秀，最近生意咋样？好着呢，有你的辣椒油味道做保障，老顾客还是认咱家的凉皮。对了，听说咱小兰要办厂，出息了。八字没一撇呢，他想找人代加工，但是县里服装厂都不行。那妮儿居然套路人家服装厂老板，低价买进来设备，说要自己开工厂。他就是爱折腾。大姐你就知足吧，将来小兰成为先富人群，你就等着享福吧。等以后小杰考上大学，分到好单位，你直接老太君了。对了，小娟那孩子咋样？还躲着不出门，守着孩子过。叶之花闻言叹了口气，小娟之前还不自信，可人家大老板为了她的衣服，都是阴招也要占有，她就信小兰说的了。不过她没什么基础和功底，光靠灵气走不长远。我和小兰已经说动她，在城里的文化馆找了个美术老师，系统的学习。我给她买了2自行车，让她学着骑。我看着钟朝阳最近没事，就让他来教了。这小孩不错，一开始看痞里痞气，街溜子一个，没想到办起事又细心又圆满。最近还吵着要让我投资他的小吃摊一条街的建设，这小子前瞻性还是不错的。嗨，那看人家啥家庭啊？人家爸爸是厂领导，妈妈这边亲戚虽然没啥大官，但都受过良好教育，整体素质高。这样的环境，只要不出意外，熏也能熏出个好孩。按说这么好的孩子，喜欢他的姑娘应该很多，怎么成天就见他跟一帮小子混在一块？喜欢他的倒是挺多，但没听说他搞过对象。他家里不着急？着急？怎么不着急？头2天我还听到他妈吵他呢，不过这2天怕是没空吵他。朝阳姐姐招霞，婚姻不幸福，想离婚。钟朝阳妈妈现在吃不好睡不好的，哪里还想儿子找不找对象，只为闺女闹离婚着急上火呢。叶之花无奈，儿女都是债，搁谁家都一样。行了，回头再跟你聊，我先回炖菜馆了。哎呀，花，赶紧的，你家出事了。一听家里出事，叶之花第一想法就是张老太出事了。我婆婆出事了，小兰已经将人送卫生院了，先捐起了，咱镇上派出所。我就是来通知你一声。原来方刘根出来后，惹上是被人嘎了。方刘根的爹想着传宗接代，找了小寡妇，可最后被小寡妇仙人跳坑钱了。方老头没办法想到妹妹还欠着自己钱，就过去讨债了。方巧云2口子口袋空空，哪里还有钱？最后方巧云想了个办法，说叶之花屋里肯定藏着钱，于是兄妹俩演了一场戏，闹到了后院。张老太一人应付不过来，被他俩闯屋里翻东西，人也是这时候受的伤。等叶之花刚到卫生室，张小兰马上就告状：娘，二婶太过分了，奶奶说是她推的。回头再说这事。你奶奶怎么样了？人上年纪骨头脆，大腿骨裂，要静养。医生刚给她打了镇定止痛的，人刚睡着。叶之花也问了其他情况，张小兰都说没事，叶之花这才放心了。没一会，孟新军已经报案回来了。娘，叔叔同志去咱家勘验现场了，打砸抢，性质恶劣，
我就想着得报案，您不怪我吧？报得好，就该。张老太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她一睁眼就看到了叶之花，激动的不行。哎呀，大花，我可遭老罪了。娘，别担心，我已经通知有良，借车来接你进城。你大腿骨没啥事，得静养，我肯定不能放你一人在家里。张老太想说什么，叶之花拦住，没让她说出口。我没时间跟他们耗，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别的事咱也管不了，交给专业的人处理吧。张老太清楚叶之花什么意思，最终长叹一口气，她也寒心了。她听得清清楚楚，村里有人喊张有福，结果没喊动，最后还听到说张有福也跟那俩兄妹跑了。行，都听你的。等到张有良进来，张老太一看见张有良，就心疼地说：儿啊，娘没本事，没守住你的私房钱。我那好不容易攒下200多的私房钱啊，怎么都使劲往我身上薅啊！娘，钱不钱的不重要，主要您好好的。张老太望着一屋子关心她的人，心里妥帖多了。啥？那么大盒子才200？听到叔叔同志说了钱数，张有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以为大嫂和二侄女那么能赚钱，家里有个18000的，结果就200。张有福哭嘎了，同样哭嘎的还有方巧云，他哥把所有的错都推他身上，两人可狗咬狗吧。等安顿好，叶之花回到屋就问张有良：你咋想的？院里现在大门小门都踹裂了，需要重新整，你想推翻重建吗？张有良半天没说话，他的理想是成为第一个在村里建楼房的人，没有儿子，他也要旁人看看自己过得更滋润。可叶之花既然问，那必然有他自己的想法。有福废了，一心贪咱的东西，房价一闹，村里开始有人说小娟命硬，那孩子心思本来就细，好不容易露笑脸，难道还回去听那些孬话？而且3个闺女在村里连个宅基地都没有，你在城里，二闺女也在镇上，我瞅着她早晚也得进城。你说我自己在村里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有钱就在城里买个院吧，也不用写我的名，直接写到3个闺女名下。有良，咱先买城里房子，年后我肯定给你在村里盖个2层小楼。至于你担心的那些，都不是问题，咱俩且还活着呢。张有良感动哭唧唧，原来媳妇知道他的理想，并愿意帮助实现。就听你的，我也要努力，想办法成为媳妇背后最结实的老爷们。叶之花两口子城里买房的意见达成了一致。第二天，叶之花就当着全家的面宣布：我要在城里买房，你们都打听这点消息。大家震惊之余都很高兴，尤其张小娟脸上明显笑容多起来，终于不用回村听风言风语了。等到下午，钟朝阳就乐哈哈的带着消息过来了。大爷，听说家里要在城里买房子，巧了不是？我们家邻居房子确定要卖，正打听买房呢。钟朝阳说的这家，叶之花有耳闻。之前钟朝阳过来探望张老太，为了安抚她，叶说了他们邻居的一个不孝子故事，说是他家儿子为了老丈人霸占了亲父母的房子。刘姨和刘叔这回真生气了，最后还是决定卖掉房子，搬去市里跟闺女过，就当没这个儿子。刘姨家房子好，院子宽敞，售价高，但他儿子不同意，所以大家都不敢接手，房子才一直卖不出去。朝阳，我就想问，房子在谁名下？有他儿子的名吗？还有你们家属院的房子能卖给外人吗？大爷，我听我妈说，这他家的房子不算我们家属院的，这套房子是刘叔名下个人所有，房产证和国土证都有。叶之花一听心动了，那他售价多少钱呢？2000。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这个数确实高了，但他叶之花有成交3方宅基地还得800块呢，还得专修林林总总，虽不到2000，但操心啊！而且叶之花急着住，现在一家人都挤在炖菜馆后面的小院里，于是叶之花决定先去看看。房子就是这么的格局了，家具家电我们也不带走，全留给你，要2000，真相不贵。而且你应该晓得，我这个房子能过户的。叶之花本来只是想先看看，听到2000还包括8成新的家具和家电，这不是贵，这是骨折价，他立马同意成交。怕他儿子过来闹不成，我可是遇强则强。老刘怕儿子生事，好不容易找到买主，比叶之花还着急，两人说好价格，当天就去国土局办手续。几天后，新鲜的国土证拿到手，叶之花晕晕乎乎。等到晚上，张有良学车回来，看到叶之花手上的本本都激动不行。咋的，这么快呀？叶之花看房买房，一点嘴风没漏。没给你这个一家之主商量，不会生气吧？张有良捧着小本本，嘴都快咧到天上去了。瞧你说的那叫啥话？咱家你管小事，我管大事，除非世界大战、地球爆炸，其余小事你做主就成。等到搬家安顿好，叶之花把家里人都叫到了院里，热闹热闹了。如今在城里，咱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娟妮儿、兰妮儿、杰妮儿，娘以前想不开，
不是个好母亲，做了许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虽然我现在依旧不知道做母亲意味着什么，不过我知道自己生的就要对他们好。往后风雨，不管发生什么事，遇见什么人，你们有什么的人生故事，娘都会一直在你们背后，做你们最大的避风港。孩子们幸福，遇事能想到他，将他作为最大的避风港，或许这就是做母亲的幸福之处吧。至于三闺女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遇到那位有缘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至此，渣妈重生记暂告一段落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看后续。感谢一路观看的朋友们，爱你们哟。